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预言。一位是泰国神秘灵媒普莱师傅，另一位是被称为印度神童的阿南德。他们不约而同地警告，今年将出现400年才有一次的重大转折，甚至爆发实验室泄露的 X 病毒瘟疫，死人多得像树叶般纷纷飘落，中国西北等地可能要出大事。这听起来像末日小说的桥段，但两位预言家言之凿凿。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些惊人的预测？就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普莱和阿南德眼中的2026年到底会发生什么。首先登场的是泰国知名预言家普莱师傅。普莱曾一度隐退江湖，但在2025年岁末，他突然现身泰国电视节目，抛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2026年预测。他过去在泰国颇具声望，被网友封为命中率高达80%的神级灵媒。据传曾成功预测过缅甸附近的强烈地震。这次他再度发声，一开口便形容2026年是极为凶险的火马年，动荡程度将超越2025年，火灾、水灾、地震、战争，各种灾难似乎都要一起爆发。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普莱直言2026年最可怕的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全新的 X 疾病。他反复强调，今年将有前所未见的新型瘟疫降临人间，比任何战争都更具杀伤力。这个被称作 X 疾病或 X 病毒的新瘟疫到底是什么？普莱师傅在灵视中看到了骇人的细节。他说自己的意象中同时浮现出结核病与黑死病、鼠疫这两个字眼。结核病和黑死病，一种是折磨人类已久的肺疾，一种是中世纪让欧洲人口锐减的瘟疫之王。两者若是结合，将产生何等致命的怪物。普莱解释，这种 X 疾病就是由古老病原和现代基因技术人为混合出的混合型瘟疫，源头来自某个实验室，而非大自然的产物。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仿佛集合了结核与鼠疫的恶毒特质。他没有点名是哪个国家的实验室，只是说可能是研究意外、泄露事故，甚至不排除是有人故意释放的生物武器。总之，这场大瘟疫并非天灾，而更像人祸，一场隐形的生物战争。更令人不安的是普莱对这场瘟疫扩散方式的描述。他预言 X 病毒将首先在亚洲地区和俄罗斯一带爆发，随后经由现代交通工具传播到全球各地。许多逃难的人为了躲避战乱或灾害，涌入相对安全的国家，反而把病毒带了进去。他特别提到泰国，可能会有携带病毒的外国人搭乘飞机入境泰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传播开来。更棘手的是，这种病毒的潜伏期和无症状感染现象明显，人们带着病源却浑然不觉，就这样成了移动的传染源。当疫情开始扩散时，许多人最初以为只是普通感冒或流感，但症状迟迟无法痊愈，继而出现奇怪而严重的病变。普莱描述 X 疾病的症状时，用了触目惊心的比喻。它主要经由空气和灰尘传播，攻击人的呼吸系统。刚开始看似一般感冒，接着可能引发严重的肺炎，还伴随异常猛烈的腹泻。感染者在短时间内多重器官衰竭，传统治疗手段束手无策。他甚至说，在他的预示画面中，那些感染怪病的人根本找不出确切病因，医生们也被这些离奇的症状搞得一头雾水。因此，即便暂时不会出现全国封城的场面，社会上却将充斥查不出原因的怪病病例。这种未知疾病像幽灵一样潜伏在人群之中，让人防不胜防。最恐怖的场景来自普莱对疫情后果的比喻。他预言在某些地区会出现死人如花朵凋零、枯叶掉落般成群倒下的恐怖场景。也就是说，这场瘟疫不会像闪电般一夕间夺走千万条生命，而是更像深秋时节的落叶，一批接一批的让人倒下。今天这里一片枯萎，明天那里又一地凋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爆发时间不尽相同，仿佛花瓣依次飘落，让人来不及为某一次灾难痛哭，下一波死亡又接踵而至。他说届时尸体多到让人麻木，死亡将变得稀松平常，这无疑是极其毛骨悚然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将被迫改变。普莱提到，疫病流行期间肉类可能带毒，将无法安心食用。
动物体内若野兽病毒感染，那么吃肉就可能染病。于是，经历这场劫难的人类可能不得不回归田园般的简朴饮食，以蔬菜水果为主，暂时放弃荤食，仿佛回到远古如素的时代。想象一下，当我们连一块肉都不敢入口，只能啃着青菜度日，外头还有无数病患像枯叶般倒下，这将是一幅多么凄凉的图景。普莱将2026年的这场全球瘟疫称作一场隐形战争，没有炮火硝烟，没有敌军入侵，却有看不见的生物武器在肆虐人间。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危险的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生化战。他警告说，一些势力可能已在局部地区试验性地释放生物武器，引发各种古怪病症，这些都是传统战争阴影下的隐秘较量。换句话说，2026年或许会有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但更可怕的是，那些暗地里展开的生物战。相较之下，人们反而不必太担心看到明面上的军队交战，因为看得见的战争还容易提防，这种潜伏在我们空气和水中的敌人才叫人绝望。听到这里，你或许会问，这是否意味着2026年我们又得像先前疫情那样封城锁国，生活停摆？普莱倒是给出了一丝宽慰，他认为这次疫情未必需要全民居家隔离，也就是说，尽管疫情可怕，政府可能不会再次采取全面封锁的极端措施，然而别以为就可以掉以轻心。他强调，在局部地区死亡人数之多仍会令人震撼，只是影响的范围也许是片段式的，而非全球同步陷入灾难。换而言之，我们的日常生活表面上也许还能继续，然而在某些角落正发生着极为惨烈的悲剧，一场漫长的黑暗阴影将笼罩未来数年，而2026年仅仅是序幕而已。事实上，普莱反复强调，2026年只是开端，真正的高峰将在2028年至2030年前后。他的话让人不寒而栗。如果他的预见成真，那么今年我们将见证一场灾难的开场，而最糟糕的日子还在后头。他甚至进一步预警，从2027年开始，地球将进入更险恶的阶段。2027年、2028年、2030年这几年需要特别警惕，各种灾难和战乱将更加频繁。2026年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是更极端年代的序幕罢了。这番话无疑给2026年笼罩上一层浓重的阴影。除了瘟疫，普莱对2026年的天灾人祸也做出了多方面的预测，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极端的天气与地质灾害。他说2026年将是一个雨水过多的一年，暴雨倾盆的程度仿佛天漏了一个大洞，全年降雨量远超往常，大地几乎无法消化这么多水，很多地方地下水位暴涨，土壤被泡烂。他预见一些地区会因为雨量过大，地面下的水排不出去，导致大范围的地层下陷甚至坍塌。在他的画面里，大水来得又快又猛，瞬间吞没城乡，许多外地人可能还被蒙在鼓里，但当地人将亲眼目睹脚下的大地突然沉降裂开的惊险场景，这暗示某些地方可能发生严重的地面塌陷或天坑灾害，都是常年超量降雨累积的恶果。洪水和风暴也会在今年肆虐。普莱表示，由于气候异常，2026年的风暴路径可能发生改变，有些地区会变成风暴反复光顾的固定通道。一个令人生畏的说法是，他感觉地球的中心点好像偏移了，气候结构正在转变，东南亚沿海未来会逐渐成为新的风暴前线。换句话说，往年台风、风暴不常袭击的地方，今年可能频频受到重创，而原本习以为常的风暴走廊可能因气候系统改变而有所缓解。大自然像是在重新洗牌一般，把灾难的重担移到了不同的位置。这是一幅相当诡谲的气候图景，也吻合当前科学界对极端天气日益频繁的担忧。普莱尤其提醒泰国本土要提防严重的洪涝灾害。在他的预见中，2026年末之前，泰国全境的洪水破坏力可能达到骇人的程度。那洪水之迅猛，简直像天倾岛海，转瞬间河川泛滥，田园变泽国。不过他也做出了一点区域上的区分，虽然泰国多地将受洪水之害，但首都曼谷的情况相对没那么严重。曼谷的水位会暴涨没错，但来得快，退得也快，不至于长期泡在水中。
因此当地居民无需恐慌撤离，也不必急着抛售房产。他甚至说，在未来3到5年内，曼谷依然是泰国乃至整个地区最适合居住的地方之一，就连掌管死亡的死神大人都没有指示他离开曼谷，可见那里短期内还算安全。这番话多少给曼谷市民吃下一颗定心丸。说到死神大人，这是普莱对其灵界指引者的称呼，听起来毛骨悚然，但在他看来，这位神秘的灵体提供了许多关键的预警讯息，其中之一就是曼谷可能在2026年发生地震，这让许多人瞠目结舌。曼谷并不是以地震多发著称的城市，怎会突然有强震风险？普莱解释，曼谷市中心地下有能量长期累积，2026年可能达到临界点并予以释放。换句话说，曼谷闹区有可能出现一次相当可怕的地震。至于规模和破坏程度，普莱坦言目前无法确定，但他强调那将是非常严峻的一刻。当主持人追问地震发生的具体时间时，普莱转述了死神大人的一个提示，只有一个字母 M。 他解读说，这在泰语中暗指几个以 M 开头的月份。对照泰国历法， M 开头的或许是1月、3月或4月，因为泰语的1月、3月、4月的名称皆以相近的 M 音起首，因此这3个月份是曼谷震灾的高危期。普莱进一步指出，根据他的感应，地底一些异象将在未来5到6个月内出现，推算约在2026年5月前后可能会有地面冒出奇怪物质的现象。他据此推断，在那之后的某个 M 字头月份，曼谷有极大可能发生地震，尤其要警惕5月附近出现地质异常后紧接而来的1月或3月。听到这样的提示，曼谷的居民恐怕得提前做好准备，例如检查建筑结构，防范阴应。好在普莱也说了，公开预言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加强防护，必要时采取预防措施，或许就能减轻损失，甚至避免灾难。这在泰国文化中其实并不罕见，大声把风险说出来，反而可能化解危机于无形。除了地震，普莱对风暴和爆炸事件也发出了预警。他说，今年一开年的1月，泰国将连续遭遇7场超出以往强度的风暴袭击。这一波风暴潮来势汹汹，威力远超过过去常见的季风或热带风暴，人们必须提高防灾意识，不能再以老经验低估风暴的破坏力。同时，他特别提醒，在2025年底到2026年新年期间，要严防非庆祝性的爆炸事件。这听起来令人困惑，非庆祝性爆炸是什么意思？普莱进一步解释，接近新年时，很多地方会燃放烟花爆竹，但他担心的是可能出现一些不是为了庆典而发生的爆炸事故，类似烟火却并非烟火，可能在社区里多点开花，这或许暗示要小心意外火灾爆炸，或者有人利用节庆松懈制造事端。总之，在欢度新年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他倒是安慰大家说，不至于有高楼大厦整栋倒塌这样重大的灾变，但小范围的爆炸风险不可不防。毕竟，新年钟声中的一丝火花，都可能引燃潜伏的危机。除了天灾，普莱还提及了人祸方面的预言。一方面，如前所述，他担心有人为因素引发的瘟疫与战争；另一方面，他指出区域冲突也将渐趋白热化。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他看来将持续演变，甚至有可能在2026年以后进入更可怕的战争阶段。普莱预言，泰柬之间的纷争将孕育出众多英雄人物。目前许多英雄还未现身，因此冲突不会那么快结束。只有当所有该出场的英雄都出现并集结之时，战争才会落幕。但届时，这些英雄当中，有人难免要牺牲生命，或者失去重要的身体部位，如同小说里的英雄为国捐躯，身负重伤一般。这一番话听得主持人一愣一愣，仿佛神话传说在现实上演。或许普莱是想说，一场历史性的战争终将造就英雄辈出，但英雄的代价沉重，和平不会唾手可得。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普莱勾勒的2026年几乎就是一幅末世图景，瘟疫肆虐，洪水泛滥，地震频发，风暴肆虐，还有战争与阴谋，暗流涌动。甚至在他之前另一场访谈中，还
还警告人们别轻易尝试与外星人接触，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他声称外星人早已混迹在人群中，从2026年起将在泰国等地越来越多地出现，其中一些将以年轻天才的面貌示人。我们仿佛听到一位末日预言者在敲响红钟，提醒世人最黑暗的时刻近在眼前。然而另一边厢，远在南亚的年轻占星师阿南德对2026年的预测同样引发了全球关注，而且某些方面与普莱不谋而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印度神童眼中的2026又是何等光景。阿南德在网络上早已声名远播，年仅10多岁的他因精通吠陀占星术而被誉为印度神童。早在2019年，他就在影片中预言2020年将有大灾难发生，并且点出了2019年11月到2020年4月这段期间是关键时刻。结果新冠疫情恰恰于2019年末爆发，2020年初全球蔓延，让许多人相信阿南德的占星预测相当灵验。自此之后，他对国际局势的种种预言备受关注。就在刚刚过去的平安夜，2025年12月24日，阿南德透过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对2026年的最新预言影片。这支影片迅速在各国媒体和网络上引发讨论，因为阿南德开场便指出，世界恐怕正迎来一个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折点，400年才出现一次的转捩点。这是阿南德对2026年的定位。为什么是400年？一般认为，这与占星天象有关，某些星体运行的罕见交汇周期大约4个世纪才会重复一次。而在2026年前后，天象正好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阿南德没有在影片中细说天文细节，但强调人类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局的门槛上。他指出，自2020年疫情蔓延全球以来，这几年世界已经显现出高度的动荡和不可预测性，战争冲突频仍，经济起伏不定，社会情绪也饱受恐惧与不安的折磨。而2026年将是风险与巨变交织的一年，许多既有的秩序和模式可能在这一年开始瓦解，更迭出新的局面。可以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转轴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而这样的大变局上一次出现已是400年前的事了。阿南德特别点出了几个需要警惕的高风险地区和关键时间点。在地缘政治方面，他直接点明了4个亚洲国家或地区：中国、日本、北韩、朝鲜以及菲律宾。这4个地方在2026年可能面临特别重大的变局或冲击。其中，中国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被认为潜藏突发安全事件的风险。想象中国的西北边陲，比如新疆或周边，是否会发生动乱，又或者东北临近朝鲜半岛的地方，是否因邻国的局势而受到牵连。阿南德没有明说细节，但他的提示耐人寻味。而菲律宾则被他列为局势敏感的热点之一。菲律宾所处的位置本就牵动南海与西太平洋的战略格局，阿南德似乎暗示那里可能因周边事态而出现动荡。北韩、朝鲜更是在他的预言中占据重要位置。他警告，如果北韩出现任何重大变化，比如政权更迭或剧烈动荡，其影响绝不仅限于区域，甚至可能撼动整个所谓自由世界的局势。试想一下，朝鲜半岛一旦生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周边的大国势必卷入，国际关系将重新洗牌。至于日本，虽然阿南德没有详加阐述，但既然被他点名，或许意味着日本在今年也可能遇到一些重大的安全或政治挑战，值得密切关注。除了地点，阿南德还圈出了3个危险的时间窗口。他提醒到，2026年的4月、7月和11月3个月份要格外小心，其中4月下旬、7月24日前后约10天，以及11月中旬是他特别强调的关键阶段。在这几个时段，国际局势可能特别动荡不安。他预测，在那些日子里发生恐怖袭击、突发冲突或重大政治事件的几率将显著提高。而一旦这类事件发生，不仅会影响当地，甚至可能牵动全球局势的走向，连金融市场的情绪都会被搅乱。例如，4月底也许某个地区爆发了意想不到的武装冲突，7月下旬前后可能有国家发生政变或领袖异动，
11月中或许有恐怖组织策划惊天袭击，这些都是他占星推演中浮现的危机时刻。听上去2026年的年中和年末将是一波接一波的心惊肉跳，整年仿佛踩在地雷阵上，一不留神就可能炸出大事来。阿南德甚至贴心地给出了建议，如果有人打算在上述敏感时段出国旅行，务必要提高警觉，特别是前往那些被他列为高风险的国家或大城市，更需要多留一个心眼。他提出了几点旅游安全提醒：出发前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安全警示，尽量避免前往人群过于密集或局势敏感的场所，同时准备好应变计划，包括紧急联络方式和保险等等。简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在风高浪急的时刻不要轻易涉险。尽管预言未必会成真，但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阿南德并非危言耸听的喊世界末日，而是希望人们能理性戒慎地度过那些高危的日子。当然，阿南德对2026年的看法并非全然负面，在警告大灾难大动荡的同时，他也看到了机遇与希望的一面。这点和普莱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普莱的视野更多集中在灾难本身，而阿南德则尝试从乱世中寻找可能的转机。首先，他预言2026年将是科技和医疗领域快速突破的一年。虽然世界局势多变，但人类的智慧并不会停滞，反而可能因为危机而被激发。他相信在医疗科技、数学研究以及其他科学方面，2026年有望出现令人瞩目的成果。或许正因为瘟疫威胁，人类会加速疫苗和治疗的方法创新，也可能在乱世中，科学家们仍夜以继日地攻克难题，带来新的发明发现。总之，他看到黑暗中仍闪烁着希望的火花。甚至不止科学，阿南德提到医疗技术的进步将为人类生活带来正面改善，也许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在危机中研发出新的疗法或医药，拯救无数生命。这与普莱预言的瘟疫形成强烈对比，仿佛一边是病毒肆虐人间，另一边是人类医者悬壶济世，奋起直追。也许最终谁能胜出，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和智慧。其次，阿南德谈到了经济和能源的一些变化，他暗示世界秩序在转折之年里会重新洗牌，经济格局亦会动荡演变。其中一个有趣的预测是关于黄金价格，他认为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可能因局势紧张和人心惶惶而出现剧烈波动，甚至有机会大幅上涨。试想，如果全球都处在战战兢兢的状态，资金会从高风险的投资中撤离，涌向黄金这类传统避风港。阿南德的这番话仿佛提示着投资者在乱世中该如何保值资产。当然，这只是占星师的预见，真实市场如何走还有赖多种因素，但听来颇耐人寻味。阿南德也关注到自然界的异动，他的占星分析指出，太阳活动的变化与地球生态失衡可能导致2026年极端天灾频仍。他特别提及太平洋的火环带需要多加留意。火环带是环太平洋地震带与火山带的统称，包含东亚、东南亚与美洲西岸诸多国家。阿南德似乎预警该地带可能在今年出现严重的地震或火山爆发。毕竟占星术中，日食、月食与行星交汇常被认为和地球灾难有一定对应。今年若真是400年未遇的大转折，不排除地质层面也会有巨变。事实上，近年科学界也注意到太阳周期活动旺盛期临近，地球磁场和气候模式可能出现异常。阿南德的预言与这些科学观测不谋而合，暴雨、干旱、冰雹等极端天气，还有地震、火山等地质灾变，2026年恐将一一登场。对此，他提醒各国政府和民众都要有所准备，尤其在火环带的国家，更应加强防灾措施。诸如日本、菲律宾正好就在这条危险弧线上，也印证了他为何点名这些地方风险高。在社会发展方面，阿南德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人工智慧 AI 的急速发展，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引发灵性空洞。他警告说，如果人类过度依赖 AI， 疏于自身心灵和道德的修为，未来可能会遭到反噬。或许指的是 AI 可能造成大量人力被取代、伦理失控等问题，让人类精神层面陷入危机。
他将这视为新时代必须正视的挑战之一。我们不难联想，如今聊天机器人、深度学习无所不能，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在拉大，人类自身是否会因此迷失？阿南德的提醒正好点出科技进步中的隐忧，我们千万不能只顾追求技术力量而忽略内心的成长，否则高度文明或将带来高程度的精神荒芜。这一点倒是和普莱不约而同，因为普莱在预言最后也强调，人类所遭遇的灾难其实是一种共业，度过劫难的真正出路在于内在的觉醒和信仰的力量。如果我们能保持正气，修身向善，也许就能减轻劫难。两位预言家从不同文化出发，最后都把答案指向了人心本身，这耐人寻味。总的来说，阿南德笔下的2026年虽然危机四伏，但他并不鼓励消极恐慌，反而呼吁大家培养心理韧性。他强调，在乱世中，恐惧本身才是最大的敌人。那些恐怖袭击也好，冲突战乱也罢，往往利用的正是人们内心的恐惧来达到更大的破坏效应。如果我们任由恐惧支配，大众情绪崩溃，那么即使事件本身不算毁灭性，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使社会陷入混乱。因此，保持冷静、理性判断就变得格外重要。我们需要有心理准备，去面对剧烈变化，不被谣言和惊恐牵着鼻子走。同时他也说，预言只是提醒，并非绝对命运，千万不要过度迷信或惊惶失措。他希望人们在提高警觉的同时，也能保持一颗平常心，用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这番话仿佛一剂强心针，告诉我们即使前路风雨如晦，也不该自乱阵脚。看完普莱和阿南德两人的预测，你也许感到心情沉重。2026年真的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灾难频仍，动荡不安吗？还是说这些不过是耸人听闻的威言？毕竟预言终究不是科学证据，只能作为参考。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世界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每一次巨变背后都有无数人努力的身影。如果2026年注定多事，我们更要谨慎以对。如果这些预言有夸大成分，也无妨，我们汲取其中的教训与警示。普莱用他的灵视经验敲响警钟，提醒我们居安思危，防范未然。阿南德则以星象启示让我们做好准备，同时别忘了在乱世中寻找希望与自我提升。两人的观点虽然形式不同，却有一个共通的信息：人类正处在一个需要自省与抉择的关键时刻。或许真正决定未来命运的不是星辰，也不是神灵，而是我们人类自己的选择和态度。当灾难的乌云笼罩时，我们是否仍能守望相助，保持理智？当黑暗降临，我们能否点亮内心的灯火，用勇气和善良驱散恐惧？预言中的景象虽可怖，但并非不可改变的结局。正如普莱所说，公开预警的目的不是让人绝望，而是唤起有责任感的人提早行动。也如阿南德所建议的，我们要培养心理韧性，别让恐惧击垮信念。同时，他们都隐约指出了一条出路，从自身开始的精神觉醒与道德坚守。也许这就是面对未知未来时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展望这个充满挑战的2026年，我们不妨将预言当作一面镜子，提醒自己珍惜当下，善待彼此，做好风险管理，关注环境变化，也保持对科学和真相的追求。在最坏的情况来临前多一分准备，我们就多一分从容；在动荡不安中多一些善念和理智，世界就多一分光明。400年一遇的转折也许已经开启，但我们终究是书写历史的主人翁。让我们以冷静而勇敢的态度迎接2026，不管预言是否成真，都努力创造属于我们的转机与奇迹。人的意志和智慧，或许正是打破宿命、扭转未来的关键。当风暴过境，瘟疫远去，回头再看那些骇人预言时，希望我们可以骄傲地说，灾难没有击垮我们，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团结。这或许才是所有预言中隐含的最大意义。赊刀人再度现身，还留下了对2026年的惊人预言。据说这预言提到了美国、中国和东南亚将出现让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你敢信吗？这一年世界的变化真的会大到超出想象吗？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探索这则离奇的预言，看看其中隐藏了哪些蛛丝马迹。
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是赊刀人。对年轻一辈而言，这个名词也许有些陌生，但在老一辈人口中，它带着几分传奇色彩。相传民间有一种四处游走的江湖客，卖的是菜刀、剪刀，但奇特的是，他们不收现钱，而是说好过些年再上门收账，这就是所谓赊刀。更离奇的是，赊刀人常常随口留下预言，预告未来的灾祸或福祉，等到约定年限一到，他们再度现身收钱时，人们往往惊觉，天哪，当初的预言竟然成真。于是关于赊刀人的传说便一代代流传下来。简单来说，赊刀人就像是神秘的民间先知，他卖刀不是重点，重点是透过赊刀传递天机。听起来很玄乎，对吧？可是近年来，赊刀人的故事不断在现实中上演，让人不由得半信半疑。就在2024年底，中国湖南常德市的石门县就出现了一位神秘的赊刀人，他背着一捆菜刀走村串户，逢人便说：“刀给你们，钱我8年后再来收。”村民们将信将疑地问：“为什么8年后？”只见那赊刀人神色平静地抛下一句预言：“米涨到8块，猪肉涨到50，8年后我来收钱。”说完，他把锋利的刀具一一留下，转身离去，留下满村错愕的乡亲和一头雾水的我们。这件事被人用手机拍下传上网，立刻引发热议。许多网友惊呼：“赊刀人又来了！”而且他这次提到的米涨到8块，肉涨到50，分明是在预言将来物价飞涨，粮食奇缺。有人翻出过去的案例说，其实赊刀人的预言多次应验。例如，民间曾有猪过千、牛过万的说法，用来警示猪价涨到1000元、牛价涨到上万元这种离谱情况。结果近年非洲猪瘟肆虐，通胀飙升，猪肉价格一度破纪录，养猪成本猛增，真有猪价1000元的趋势。黄牛价格更是在农村炒到上万元一头，几乎对应了传言中的牛过万。这种巧合让人不寒而栗，莫非早有高人预见如今的经济动荡？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开始从文化传承角度解读赊刀人现象。中国问题专家王鹤就指出，这次湖南赊刀人脱口而出的米价、肉价，暗示人类将遭遇很大的劫难，因为人活着离不开米和肉这些基本粮食。如果有朝一日米价飞涨，肉价奇贵，说明最基本的生存物资都极度稀缺，那一定出了大乱子。还有人把赊刀人的出现和古代典籍对照，认为这类神秘人或许源自古老的文化传承，例如墨家的游说之术或鬼谷子的预言学。他们现身往往是在乱世将至之时，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提醒世人居安思危。历史上关于赊刀人的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清朝光绪年间，1878年的《申报》上就刊登过一则译文，有个赊刀人当时在卖刀时预言米价将跌至18文一斗，旁人听了哈哈大笑，哪有米价下降的道理？结果没过几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粮价真就跌到了他说的这个数字，让所有知情人目瞪口呆。这事儿也一时传为佳话。由此可见，在动荡变革的年代，的确曾有这么些神秘人以贩卖锋利小刀为掩护，传播着某种预知未来的信息。或许赊刀人现象本身就是中国古老智慧的一种体现呢。聊到这里，你可能心想，难道真有未卜先知的人，还是纯属巧合？心理暗示，持怀疑态度是自然的，毕竟这听上去像是聊斋或奇幻小说情节。然而，当我们看到近年来现实中天灾人祸不断，瘟疫接踵而至，新坟在各地墓园堆起，经济放缓，民生艰难，同时又陆续冒出这样的民间传奇人物，未免让人将信将疑。也许预言并非全无根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今赊刀人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而这回他的预言范围似乎从中国扩大到了全世界。是的，这一次的赊刀人传闻更离奇。据说最近在东南亚某地又出现了一位赊刀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回他留下了一首4句预言诗，把目光投向2026年的国际局势。这4句诗文依次是：26红马血火喷，西洋暗无天日，南洋米贵如珍珠，东洋遍地是枯骨。短短20个字，却涵盖了东西南北四方天地，
读来令人脊背发凉。看似云遮雾绕的语句，其实每一句都有特定的指向和含义。接下来，我们就逐句解读这4句预言，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信息，看看2026年究竟可能发生哪些天翻地覆的巨变。首先来看第一句预言，26红马血火喷。这句中的26很明显指的是2026年，马指的则是中国农历的生肖马年。按照60甲子纪年法，2026年是丙午年，属火马，民间称为火马年。因为传统上以五行配色，火对应红色，所以火马年也可说是红马年。有趣的是，民间术数中还常把2026年与紧接的2027年丁未年属火羊相提并论，合称赤马红羊节。意思是说这2年恐有重大的劫难，需要特别小心。由此，红马2字既点出年份属性，又隐隐带着不祥的意味。而诗句中的红，除了象征红色火焰、鲜血淋漓，还在暗指共产集权那一抹刺眼的红色。血火喷更是不言自明，血与火迸溅四方，呈现一派战乱灾难的景象。综合起来解读，26红马血火喷预示2026年战火纷飞，到处有流血冲突，而且很可能是由红色政权引发的战争。换句话说，共产或集权国家在这年将导致大规模的伤亡与浩劫。这听起来十分惊人，但让我们联系现实看看，现今哪些红色政权最可能挑起战端？许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中国的执政当局，毕竟目前国际上最大的地缘政治隐患之一，就是中共对台湾虎视眈眈的野心。如果北京当局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对台湾动武，那么东亚将瞬间陷入战争烈火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势必被卷入，届时鲜血与火光将在亚洲上空交织，那场景无疑符合血火喷的写照。除了台海危机，我们眼下就已经见证了一场红色侵略者引发的流血战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装入侵，尽管俄国如今不再打着共产旗号，但它曾是苏联红色政权的核心，其军队至今佩戴着红星标志。而这场战争自2022年爆发以来，导致数以万计的人伤亡，城镇变成废墟。如果战事在2026年仍未平息，甚至进一步扩大，是否也印证了血火喷的预言呢？有意思的是，红马除了指火马年，在西方文化中也象征战争的化身。圣经启示录中揭示的4骑士之一就是红马骑士，手持大刀夺去世间和平，使人互相残杀。看到没有？中西传统不约而同都把红马与战争纷乱联系在一起，难怪这一句给人的感觉如此血腥。那么2026年真的有可能战火四起吗？从多方迹象来看，这并非杞人忧天。除了前面提到的台海和俄乌2大隐患，全球还有多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引爆。中东地区的仇恨与冲突积怨已久，欧洲北约与俄之间剑拔弩张，朝鲜半岛局势诡谲难料。朝鲜任何一处出现变故，都可能点燃更大规模的战争，而一旦大国卷入甚至对撞，那将真正是血火漫天喷洒。最极端的担忧莫过于核武器的使用。当前人类掌握的毁灭力量足以让整座城市瞬间陷入火海。一旦2026年前后爆发核冲突，那血火喷就不再只是隐喻，而会成为残酷的现实场景。巧合的是，西方著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留下的诗篇中也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段落，被一些解读者认为指向这一时期的战乱。例如有人指出，诺查丹马斯在某4行诗中写道，提奇诺河将溢满鲜血，长剑挥舞之下尸横遍地。提奇诺河位于瑞士意大利交界，诗句仿佛预示欧洲内陆将爆发激烈冲突，鲜血染红河流。而另一则经常被引用的预言提到7个月的大战，许多人联想，这可能是对未来某场世界级战争持续时间的暗示。如果真如此，2026年很可能正处于那7个月大战的关键节点上。当东西方先知的视线都在同一时间点聚焦于战争与流血，我们不能不感到背脊发凉。谈到这里，也许你已经脑补出炮火连天的恐怖场景，但别急，赊刀人的预言还不止如此。紧接着第2句，他将目光转向世界的另一端，夕阳暗无天日。夕阳在汉语中
通常指西方国家，多半特指欧美地区。暗无天日，则是形容黑暗到了极点，以至于看不见天日。把整句连起来，就是说2026年的西方世界将陷入一种极端黑暗混乱的状态，仿佛光明从人间消失了。那黑暗代表什么呢？多半是比喻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可能是政治上的黑暗，政府腐败专断，民主制度崩坏，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崩溃，金融风暴，经济大萧条，让百姓陷入绝望，还可能指社会秩序的失控，动乱频发，犯罪猖獗，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慌与绝望的情绪。简言之，暗无天日，意味着老百姓看不到希望与光明，陷在无边的阴影之中。这话听起来对西方世界很不友好，但我们不妨冷静分析，当前欧美社会是否正走向某种危机？其实，不少观察家早有警告。在美国，近年来社会撕裂严重，两党政治恶斗，民众对立情绪高涨，种种内耗已让这个超级大国元气大伤。欧洲也好不到哪儿去，一方面要面对能源短缺、通货膨胀等经济压力，另一方面还有难民潮、恐怖袭击和民粹主义抬头等社会问题。不少人感慨西方整体正经历文明的内部衰败，就像一座大厦的地基在慢慢裂开。如果这种趋势在2026年迎来爆发点，出现某种临界的大崩塌，那就真是暗无天日了。说到地基裂开，还真有一位西方预言家做过类似的比喻。美国有位自称先知的阿曼达·格雷斯 Amanda Grace， 他曾谈到自己看见过关于2026年的一幅画面，一座房屋建在沙土上，暴雨倾盆而下，洪水与狂风袭来，结果房子因为地基不稳而轰然倒塌，化为废墟。格雷斯把这个意象解读为对美国的警示。2026年将是美国一次关键的根基之战，因为当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他认为这场选举攸关美国立国的精神基石是否能维系。如果美国继续背离立国时的信仰和道德根本，那就好比把国家的大厦建立在流沙上，一旦风雨来临，譬如严重的内乱或制度危机，这个国家的根基将承受不住压力而惨烈大崩塌。格雷斯尤其提到，有些错误的理念正像中东的沙土一样渗入美国的决策高层，本来这些东西是不该出现在美国政治中的，因为他们违背了美国立国的核心价值和信仰根本。但近年，美国社会的精神基础正四分五裂，传统信仰和道德底线出现越来越多裂缝，导致这些一国流沙长驱直入。如果不及时修补裂缝，稳住根基，美国这栋大厦可能真的会在某个暴风雨之夜坍塌。当我们把格雷斯的这番话对照赊刀人的夕阳暗无天日，是否发现惊人的相似？一个用宗教隐喻，一个用诗意比喻，都指向西方世界可能出现崩坏和黑暗的前景。当然，也许有人会从字面联想到更加末日的解读，例如暗无天日会不会是真的看不见太阳？假如发生超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或核战争，引发漫天尘埃遮蔽阳光，西方世界陷入长时间的黑暗，岂不正是暗无天日的写照？听上去耸人听闻，但历史上确实有类似场景，像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大喷发，造成全球气候异变，隔年被称为无夏之年，连欧洲都出现了长期阴霾不见日头。如果2026年前后碰巧发生一次惊天动地的自然灾变，比如黄石火山的大喷发或陨石撞击地球，那西方天空变得昼夜昏暗也不是不可能。然而多数解读还是把暗无天日视为比喻，毕竟赊刀人之前的预言多与人世间的苦难有关，而非纯自然现象，所以更大的概率是我们将看到西方社会在人为因素下陷入黑暗动荡，例如政治经济危机交织，让普通民众陷入前所未见的绝望。总而言之，赊刀人第二句预言描绘的是西方世界的至暗时刻，如果它成真，那将是二战以来西方没有经历过的大混乱、大崩盘。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假如美国经济崩溃，金融市场瘫痪，美元贬值，物价飞涨，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四起，或者某种极端势力上台颠覆了民主制度，使得自由社会走向独裁黑暗，又或者先前提到的战争引火烧身，
北美和欧洲本土遭受打击，乃至大规模停电、粮食短缺，那么西方人的生活将一夕倒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陷入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到那时，西洋诸国的人们或许真会感叹，昔日头顶的自由阳光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看不到希望的长夜，这是多么凄凉而恐怖的前景。但愿这只是危言耸听。然而赊刀人诗中的每一字都像是在敲响警钟，提醒西方社会正视自身的裂痕与阴影，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入黑暗的深渊。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第3句预言，南洋米贵如珍珠。这句话的指向相对直白，南洋一词传统上指中国以南的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地区，大致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国家。米当然是稻米，亚洲人的主粮，米贵如珍珠，这个比喻相当生动，意思是说米价昂贵的像珍珠一样，粮食变得极其稀有珍贵。换句话说，东南亚地区将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米价飞涨，甚至有钱也买不到粮。大家都知道，东南亚国家，比如泰国、越南、印尼等，稻米是百姓赖以糊口的主食。一旦米价贵如珠玉，那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通货膨胀失控，纸币大幅贬值导致物价狂飙，要么是粮食极度短缺，米产量锐减或供应链断裂，导致市场上一米难求。无论哪种情况，都代表老百姓将面临吃不饱饭的困境。试想，在富庶的21世纪，如果真出现米价赶上珠宝价，平民饿殍满地，那得是多么严峻的局势。其实近年来有不少迹象显示，全球粮食危机的苗头正在显现。就以稻米为例，2023年年中，世界第1大稻米出口国印度突然宣布限制大米出口，因为他们担心国内供应不足。这项举措一出，国际市场米价应声上涨，亚洲许多地区一度出现疯狂囤米的现象，人们这才惊觉，原来米饭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主要粮仓的供应一断，全世界都会饿肚子。再看气候因素，当前正值厄尔尼诺现象活跃期，往往会给东南亚带来异常的高温干旱。历史上，每逢强厄尔尼诺，不是发生森林大火，就是导致粮食欠收。比如1997年的特强厄尔尼诺，印尼大片森林干燥起火，粮食产量下跌。2015年的厄尔尼诺也让泰国、越南稻田受旱灾影响。假如2025、2026年持续极端气候，东南亚重要稻米产区收成惨淡，米贵如珍珠，并非危言耸听。除了自然灾害，战争和政治动荡也可能让粮食供应雪上加霜。想象一下，如果前面提到的战争在亚洲爆发，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粮食贸易可能中断。东南亚国家即使自己出产稻米，也许因为要优先自保而限制出口，而需要进口粮食的国家就更惨，买不到米只能干瞪眼，甚至不需要真的开战，只要地缘局势恶化，贸易制裁或封锁发生，同样可能断掉粮食供应链。回看过去几年，疫情期间，各国保护主义抬头，有的限制医疗物资出口，有的囤积粮食，不就是出于这种危机心态吗？那么2026年如果局势更险恶，各国各顾各的，东南亚一些人口密集又依赖进口粮的地区确实可能闹饥荒。想到饥荒这2个字，我们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历史课本上的黑白照片，骨瘦如柴的孩子颅骨遍野，人民为一口饭而哄抢。但我们必须认清，饥荒并非遥远的历史，直到今天仍可能发生。20世纪中期，中国就经历过大饥荒，那时人相食的悲剧触目惊心。近期其他地区如非洲一些国家也因战乱和干旱出现过局部饥荒。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粮食市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主要粮食出口国出问题，就可能导致全球粮价暴涨。当前因气候变化、土壤退化，农业生产本就面临挑战，如果再遇上战事或瘟疫，农民无法下田耕作，粮食欠收，那影响将几何级数放大。我们真的有可能亲眼目睹米价飞涨10倍、100倍的日子。赊刀人用珍珠来比喻米之昂贵，让人不禁联想到圣经启示录中对世界末日场景的描写。在末世的第4骑士到来之前，第3位黑马骑士象征的
正是饥荒。经文说，他手持天平，高声喊，1银币买1升麦子，或者1银币买3升大麦。意思是粮食价格贵得离谱，平常1枚银币能买很多粮，现在只能买一点点麦子充饥，温饱都成问题。这画面与米贵如珍珠何其相似。粮食从寻常百姓的主食变成贵比珠宝的奢侈品，正是末日灾难的典型情景。当我们看到现实中米价上涨的新闻，再对照这些预言，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难道传说正在变成现实？更令人不安的是，饥荒往往与战争、瘟疫相伴而生，古人称之为三灾并至。当战争破坏农田，切断运输，便引发粮荒，而饥荒中营养不良，卫生恶化，又极易滋生瘟疫。诺查丹马斯的预言诗中也有一句，瘟疫中的饥荒，就是描述瘟疫期间出现大面积饥饿的惨况。这似乎在暗示我们，当世界陷入战争与瘟疫，粮食危机会雪上加霜。如果赊刀人的前3句预言战乱、黑暗、饥荒相继应验，那基本等同于末日。四骑士已经来了3位，这世界将面临极其严峻的生存挑战。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个可怕的逻辑：战争导致饥荒，饥荒伴随瘟疫，而瘟疫加剧死亡。没错，这正把我们引向赊刀人预言的最后一句，也是最骇人听闻的一句：东洋遍地是枯骨。东洋在汉语中一般指东方诸国，尤其是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遍地是枯骨，这场景光是读起来就令人心底发寒。满地都是枯朽白骨，说明死亡之多，尸骸遍野。而且用枯骨2字特别强调无人收敛尸体，暴露荒野，风吹日晒成了白骨，说明死的人太多太突然，以至于根本无法及时掩埋。也就是说，2026年的东亚地区可能出现我们无法想象的大规模死亡惨剧，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结局都是生灵涂炭，场面如人间炼狱般凄惨。为什么偏偏是东亚遍地枯骨？这个问题让人不寒而栗。按理说，东亚包括中国这些国家，目前算是世界上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区域，难道会发生像中世纪黑死病、近代战乱那样的大量死亡事件吗？若前面的预言都成立，其实不难理解，可能导致如此多人死亡的无非几种：战争、瘟疫、饥荒，或者3者联合作用。而前面3句预言已经分别对应了战争、血火喷、灾乱、暗无天日，包括瘟疫、饥荒、米价暴涨。如果这3大灾难在东亚不幸叠加发生，后果自然是灾难性的。让我们逐一分析东亚可能面临的极端情境。第一，大规模战争。在东亚土地上，如果爆发战争，其伤亡人数很可能以100万计。尤其考虑现代武器的毁灭力，若中日或者中美在此交锋，更不用提一旦动用核武，死亡数字将难以想象。上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东亚战场就曾尸横遍野，南京大屠杀、广岛长崎原子弹、冲绳玉碎战等等，哪一幕不是真实版的遍地枯骨？而那已是7、80年前的事了。如今的武器更先进，杀伤力更强，真打起来只会更惨烈。如果赊刀人的预言要应验，可能正是因为东亚成了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毕竟第1句提到红色政权引发的战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冲突。假如2026年前后，中共在内外交困下铤而走险对外动武，那战火很可能蔓延整个东亚，最终导致千千万万的人死于非命。第二，致命瘟疫。还记得3年前的新冠疫情吗？短短几个月内，病毒从东亚扩散到全世界，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即便在防疫措施严格的东亚国家，仍然损失惨重。中国官方虽然没有公开具体死亡数据，但从各地医院太平间爆满，火葬场连轴转地焚烧遗体，许多家庭痛失亲人的情况看来，死亡人数绝不在少数。那还只是致死率不算高的新冠病毒。如果2026年出现比新冠更凶猛的病原体，比如高致命性的禽流感大规模变异人传人，又或者新的冠状病毒毒株更毒，更能躲避免疫东亚这些人口稠密的国家，会不会重演一场黑死病式的人口灾难？尤其当社会同时陷入战乱和饥荒时，
医疗体系瘫痪，营养条件恶化，更为瘟疫大流行创造了温床。那种情形下，病患可能大量死亡而无法及时掩埋，正是枯骨遍地的真实写照。事实上，近期已经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苗头。2023年底，中国坊间疯传所谓白肺病流行，许多儿童感染严重肺炎，官方解释说是常见病原导致，但民间的恐慌可见一斑。再加上各种 XBB 变异株、猴痘、鼻病毒等等消息满天飞，人们对下一场瘟疫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如果2026年东亚恰好爆发新一轮大疫，那么这句预言也会不幸言中。第三，大饥荒和社会动乱。饥荒本身就能带走无数生命。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乱，加上连年灾荒，据估计导致数千万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可谓遍地饿殍，白骨露野。上世纪印度的孟加拉大饥荒、非洲埃塞俄比亚饥荒等，也都是饿死人无数。东亚虽然如今比那些地方富裕得多，但一旦粮食系统崩溃，现代城市人口甚至还不如古人有自给能力。一座超大城市如果断粮几周，后果不堪设想。更不用说在饥荒压力下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暴力频发，造成人为的伤亡。东亚国家如果政权在那种压力下崩溃，失序状态中死亡人数恐怕也会飙升。试想一个极端画面，粮荒叠加瘟疫，城市中无法维持基本秩序，病死人和饿死人横陈街头无人收拾，那正是枯骨满地的现实版本。不希望发生，但并非全无可能。说到底，赊刀人这最后一句预言将东亚描绘成灾难的终点站，仿佛前面所有战乱、灾荒最终的伤亡都集中体现在东方这片土地。这不禁让不少人联想到中国古代许多预言中的说法：天下大乱，死人过半。例如明朝刘伯温据传留下的烧饼歌碑文中，就预警过将来人死一半的劫难情景。清朝推背图第45象也有哀哉盛世，骨肉分离的凄惨预兆。还有民间俗语说7人搬一杠，天下无人敢当，意思是未来可能出现7个人抬一副棺材的可怕情形。因为死者实在太多，葬礼都简化到几人联合抬棺匆匆下葬。这些传统预言描述的都是人口大量死亡、哀鸿遍野的末世光景。如今赊刀人也抛出遍地枯骨这般沉重的字眼，实在令人不寒而栗。到了这一步，我们不妨总结一下赊刀人4句预言的整体图景：战争、黑暗、饥荒、死亡。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这正好对应了前面提到的世界末日4骑士传说。红马骑士带来战争，白马骑士或一苍白马象征瘟疫与死亡，黑马骑士代表饥荒。而暗无天日的混乱状态可以视作是瘟疫肆虐和社会崩溃的综合结果。换言之，赊刀人仿佛在警告我们，2026年将是人类面临一场空前的劫难，几乎所有可能的不幸都要一次性降临。美洲、欧洲有黑暗动荡，亚洲则战乱加剧，粮荒蔓延，疫情肆虐，最终大量生命逝去。这幅图景可谓末日场面的缩影，让人想想都头皮发麻。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可怕的预言，我们到底该不该相信？赊刀人的4句诗是上天的预警，还是无稽的恐吓？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得回到对预言本身的看法。历史上关于预言的故事不少，既有成功应验的案例，也有荒诞失准的闹剧。相信的人深信不疑，质疑的人一笑置之。现代科学当道，多数理智的人会认为预言只是一种巧合与选择性解读。就拿西方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来说，他的诗句晦涩暧昧，被誉为百益不如一验，意思是你怎么解读都行，但只有发生了对应事件后再回头看，才能原来这句说的就是某某事。这样的预言当然容易灵验，因为出了什么事总能往里套。赊刀人的诗是否也是如此呢？或许要等2026年年底我们回顾时才能见分晓。在未来1年里，如果世界太平无事，战争避免，经济稳定，丰衣足食，那这预言自然是不攻自破。但如果不幸言中，那我们现在早点了解，至少可以有些心理准备。也许你会问，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假设这些灾难真要降临，个人力量渺小，岂非只能束手无策，听天由命？倒也不必如此绝望。许多预言流传下来的目的，其实不是让人恐惧，而是让人警醒，从而尽力避开最坏的结局。换句话说，预言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人类的行为仍可能改变结果。就像濒临悬崖的马车，如果有人提前预警前方险境，车夫当机立断勒马，也许就能在悬崖边缘止步。预言的价值正在于此，提醒我们反思当下的道路是否正确，还来得及转舵吗？从这个角度讲，赊刀人的预言对世界各国都是一记警钟。对大国领袖而言，或许该三思而后行，尽力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不要让野心与对抗毁掉亿万生灵。对普通民众而言，也许我们应该强化粮食与物资储备意识，提高自救能力，而不是对生活掉以轻心。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更需要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瘟疫威胁等全球性挑战，以免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可以说，每个人在各自位置上做出哪怕微小的正向改变，汇聚起来都可能改写历史的走向。许多古老的传说中，预言往往伴随着劝善的信息。赊刀人本身就是个颇有道德意味的角色，他卖刀不及时收钱，给购买者一段试炼期，若干年后才上门讨债。在这期间，如果预言成真，那人们可能因他的警示而避开灾祸，这钱付的也心甘情愿。反之，如果预言没发生，那或许是因为大家行善积德转移了灾祸，赊刀人也不一定会再出现讨要什么。一些信奉宿命的人相信，大劫降临之前必有征兆与高人指点，如果人们悬崖勒马，积善消业，就能将灾祸减轻甚至化解。在湖南那位赊刀人的故事中，王鹤也提到，人要赶快自救，行善向善是度过劫难的唯一法宝。这其实和许多宗教教会异曲同工。面对末日审判，最好的准备就是反省自心，善待他人。因为唯有道德的力量，才能让我们在巨难来临时守住人性的最后底线，进而重建家园。除了劝善，一些预言还给出希望的伏笔。虽然诺查丹马斯的诗多半阴森恐怖，但在东方预言中，经常在描述劫难后接着预言救世主的出现。有句话叫否极泰来，意思是事情发展到极端就会反转向好的方向。在中国的预言传统里，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刘伯温预言。据说刘伯温在烧饼歌里不仅预见了乱世浩劫，也提到劫后将有圣人出世，拯救苍生的场景。一些解读认为，当人类在灾难中痛定思痛，会迎来一位大圣人，带领仅存的人们重建秩序。甚至有人断言，2026年正是圣人现世之年。有的传闻更指向台湾，认为圣人可能从台湾这片土地走出，为风雨飘摇的华人乃至全世界带来新的希望。虽然这听起来颇具神话色彩，难以考证其真伪，但不得不说，在一片绝望预言之中，它为我们点燃了一点光亮，那就是希望。希望乱世终将结束，希望有贤能之人出来力挽狂澜，希望经历苦难的人们最终能迎来雨过天晴。当然，与其坐等圣人，不如我们每个人先从自己做起，把能做的善事做好，把该尽的本分尽到。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如果大家都朝着避免战争、减轻灾难的方向努力，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到预言中那般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如一位哲人所说，预言的目的不是让你看到注定的未来，而是给你一个改变未来的契机。现在2026年已经到来，赊刀人那神秘莫测的4句诗摆在我们面前，到底是天启还是谣言，即将见分晓。回头再问一次，你敢信吗？也许有人依然半信半疑，也许有人已经开始心存戒备。无论如何，我们正身处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展望未来1年，国际局势风云诡谲，机遇与风险并存。希望赊刀人的预言最终被证明只是虚惊一场，人类可以安然度过这段多事之秋。但假如其中哪怕有一半成真，那我们今天的讨论也不算白费，至少我们提前认清了最坏的可能，并且明白了自己该如何面对。最后，用一句老话作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对灾难预警，我们宁可严阵以待，也别掉以轻心。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总好过事到临头方寸大乱。赊刀人现身的传奇，给我们敲响的正是这样一记警钟，让我们保持希望与理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2026年，究竟是预言中的浩劫，还是拨云见日的新生？历史的车轮已经开始转动，就让时间来揭晓答案。我们拭目以待，也愿天下苍生平安度过这多事的一年。愿预言最终只是预言，愿人间依旧见到光明的天日。今天我们来聊聊各路预言眼中的2026年，一定要看到最后。2月备现金，4月防巨灾千年预言点名，中国和台湾千万要小心。2026两场改变人类命运的灾难，你准备好了吗？乍看之下，仿佛末日电影的宣传语，但细究其背后，竟发现这并非空穴来风。从古老传说到当代预言家，许多独立的信息源都指向即将到来的2026年，而且不约而同地提到了2月和4月这2个致命时间点，甚至明确点出了中国与台湾将置身风暴之中。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冥冥中自有安排？今天就让我们深入这些预言的细节，一起抽丝剥茧，看看2026年到底潜伏着怎样的危机，我们又该如何未雨绸缪？首先，我们把目光聚焦在2026年2月。为什么有人警告2月要备现金？这背后源自一则令人脊背发凉的预言。英国有位灵媒预言家，名叫克雷格·看密尔顿·帕克，被誉为现代诺查丹马斯。帕克在2025年底发布了一系列对2026年的预言。他特别提到2026年2月15日前后，世界可能进入一个极度危险的高峰窗口期。帕克这番警告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来自他对印度古老预言的研究以及自身的敏锐直觉。帕克近年潜心研究一套神秘的古老预言——纳迪叶预言。相传在5000多年前，印度圣者就将人类未来刻写在棕榈叶上，一直流传至今，等待有缘人去解读。纳迪叶预言最神奇之处在于，它往往能精准点出个人的姓名、生日、家庭，甚至人生转折，仿佛时光倒流后预先写好的剧本。然而真正可信的纳迪叶非常稀少，必须经严格验证。市面上90%以上打着纳迪旗号的解读其实是伪造。所以当帕克找到真正可靠的纳迪预言时，连他本人都感到震撼，因为那些古老叶片上记载的未来竟与他多年来通灵所看见的场景高度一致。而在这套古老预言中，就包含了对2月中旬的明确警示。纳迪叶预言的一段内容形容到，在2月15日之后，人们将残酷地互相杀戮，还声称自己是为了各自的族群而战死。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战争？没错，这段预言暗示在人类的某个2月中旬会爆发剧烈冲突，让血亲相残，生灵涂炭。而且这还不是全部预言，进一步提到在2月15日之后的1年内，可能出现一种高度先进的科学型恐怖主义，对世界造成严重破坏。本来用于便利人类的通讯科技，将被人利用为大规模毁灭的工具，释放出带有毒性的致命一击。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科学型恐怖主义？仔细想想，这短语令人毛骨悚然。或许意味着未来的恐怖攻击将不限于传统炸弹或枪械，而是利用高科技手段，例如网络攻击、人工智慧武器、生化病毒，甚至卫星通信系统被挟持来造成灾难。纳迪预言的语句似乎暗示人们习以为常的通讯服务，比如互联网、电话、卫星、导航，可能一夕之间从天使变恶魔，成为伤害我们的工具，比如大规模电网瘫痪、金融系统崩溃，甚至有毒气体泄漏都与之相关。帕克用他的话说，他反复看到一种陨毒气云禽在东方升起，可能是火山爆发、工业事故或秘密武器失控造成的致命云团。而纳迪叶的预警则聚焦在通讯系统被利用，这或许是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不论是火山毒云还是网络恐袭，都指向一场高技术背景下的全球性重大事件。更具体地说，解读预言的专家认为，这个灾难的时间窗口非常狭窄，
大概只有2周左右。纳迪叶预言的语境表明，它发生在满月与新月之间的一段时间。2026年2月17日，恰逢农历新年，也是一场日食，新月出现。往前2周左右，则是2月初1附近的满月。如果以此推算，那场高科技恐怖灾难的窗口期很可能落在2月15日至3月1日之间。想想看，这可是非常精确的时间预言。预言家含有如此明确点明某年某月某日起的一小段期间，足见他们对这次的重视程度。然而再精确的预言也可能有误差，所以帕克等人也谨慎地补充，这只是可能性极高的警讯，并非铁板钉钉的命运。那么在2月中下旬这2周里，究竟可能会发生什么呢？根据上述线索，我们可以大胆猜想，也许国际局势的火药桶将被引燃。帕克指出，引发战争的可能是一场意外事件，例如军机或潜艇的碰撞。试想台海周边中美中日军机军舰近距离对峙已有多时，会不会突然某天擦枪走火，酿成难以挽回的冲突？帕克直言，他始终坚信伊朗必然发生革命。事实上，就在2025年底，伊朗爆发了近年最大规模的抗议，经济崩盘让民众忍无可忍，连退役军官都公开号召军队倒戈。一旦中东乱局引爆，加上大国角力，一个意外就可能点燃连锁反应。帕克看见围绕台湾的战争终于被引爆，日本也被卷入战局，而这对中国而言将是一场灾难性的劫难，很可能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全面崩溃。简而言之，东亚战争极可能就在这个时期一触即发。难怪预言中说人们将残杀彼此并自称为民族而战，因为这完全就是战争场景。除了战争，还有同一时间袭来的恐怖攻击和网络浩劫。预言专家讨论时特别提到，连银行体系都有可能遭受打击，在短时间内陷入瘫痪或被迫关闭。设想一下，如果在战争阴影下再遭遇全球性的网络攻击，金融交易停摆，银行提款机挂掉，电子支付失灵，会是什么景象？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建立在电子网络上，一旦网络崩溃，现金将重新成为救命资源。这正是2月备现金的由来。帕克和解读师们强烈建议居家准备一些现金，以防短期内金融系统混乱无法提领。想象一下，如果数日内无法刷卡支付，手头没有现金的人连买瓶水都难。此外，他们还提醒大家务必备份好电脑和手机中的重要资料，因为那场高科技风暴不仅可能让我们付不了款，甚至可能摧毁云端和本地的数据。在最坏的情况下，电力通讯可能中断一段时间，关键的联络方式和平日习以为常的服务都将终止。这时候，备份的通讯录、纸本的地址、电话，乃至一只老式收音机都可能派上用场。乍听上述预测，真有些令人不寒而栗。战争阴影、恐怖袭击、网络灾难同时在2月下旬逼近，我们有必要怀疑这是否过于耸动。然而回顾最近几年的国际局势，其实早已隐隐埋下导火索。俄乌战争持续，中东局势动荡，台海紧张升级，网络攻防此起彼伏， AI 技术军事化，还有各种极端组织伺机而动，就连气候异常都可能引发资源冲突。一旦进入2026年这个预言中的引力汇聚点，多条危机线索可能会在那几周内同时收敛爆发。帕克形容过去多年他反复提及的一些预判将在2026年发生引力聚合，仿佛所有碎片突然加速朝中心靠拢，在同一时间一起兑现。这种形象的说法让人想到潮水在满月时同时推高海浪。如果这股预言之潮真的涌现，我们将迎来史无前例的多重危机叠加。难怪帕克说2026年不是普通的一年，而是一场清算之年、重置之年，是人类文明迎来剧烈转折的关键年份。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位神秘人士对这段期间的看法，那就是留存在预言中的千年先知。有人或许已联想到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 Nostradamus， 毕竟他的百诗集横跨数百年，被后人奉为千年预言。然而更直接点明2026的倒不是诺查丹马斯具体的诗句，
而是一位来自东方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人称龙婆。这位保加利亚老人虽在1996年辞世，但据称他曾对21世纪20年代留下几项惊人的预言。在他的预言中，2026年被警告为非常危险的一年。一些传闻说，他提到了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能，以及毁灭性的大地震与外星生命的现身。有网络谣言甚至解读他的话，认为中国将武力统一台湾就是在2026年发生，引发世界大战。对于这点，学者考证后认为龙婆生前并没有留下书面证据直接说过此事，很多细节属于后人附会。但无烟不起火，龙婆的确曾准确预见过一些大事，例如911恐袭，戴安娜王妃之死也确实警示过21世纪人类将遭遇更多前所未见的挑战。如果综合他流传的几条预言来看，人工智慧叛变、外星文明接触以及世界级冲突都是他对未来数年的警语，而这些和帕克·纳迪耶所描绘的图景何其相似。譬如 AI 方面，帕克指出人工智能的全面出现正在重塑世界运行，他甚至预见2026年可能是大揭露之年，长久以来政府隐瞒的地外文明真相或将于这年浮出水面。龙婆的预言传闻中也有人类将在某年正式与外星人接触的说法，不禁令人猜想，会不会正是在那场清算中，真相被揭开，人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并不孤单。而如果地外文明真有介入人类事务，那2026年前后的巨变会否正是他们所观望甚至影响的一环？这些问题或许一时无解，但预言间隐约的呼应确实让人背后发凉。谈到这里，可以发现预言家们对2月中下旬的警告已织成一张可怕的网，高科技恐袭、网络瘫痪、经济风暴、局部战争乃至外星黑天鹅都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而且他们明确提及中国将首当其冲。帕克表示，他最初的直觉认为这场事件的源头就在中国，或者至少中国会是受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结合其他预言，印度神童阿南德最近也在强调，中国、北韩、日本、菲律宾等亚洲地区在2026年有极高风险。阿南德甚至点名，中国的西北或东北地区可能会发生重大的恐怖事件。西北让人联想到新疆一带，东北则临近朝鲜半岛。无论是哪里，若出现恐袭，都可能牵动全局。同时他提醒全球要注意2026年的3个关键危险时段：4月、7月和11月，其中第一个就是4月，紧随2月危机之后。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熬过了2月的多重风暴，也绝不能松懈，因为更大的灾厄可能接踵而至。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2026年4月，不少预言明示或暗示4月将有巨灾临头，需要特别防范。这里的巨灾可以有多重含义，可能是一场涉及多国的战争大爆发，也可能是一场天灾，如特大地震或火山喷发，甚至是人祸与天灾交织的末日景象。让我们梳理几条相关的预言线索，看看4月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险。首先还是从帕克的预言序谈起。前面说到，帕克在2月窗口的直觉聚焦中国与台海战事，若真如他所见，台海冲突在2月底引爆，那战争的高潮很可能在3月下旬到4月间到来。毕竟一场现代战争不会一天结束，尤其牵涉大国时，常常是先局部摩擦，继而升级扩大。4月极可能是双方兵力全面投入、生死决战的阶段。届时不仅中国大陆和台湾深陷战火，就连周边的日本、美国都可能直接卷入。帕克曾警告，这场战争对中国将是灾难性的，在军事受挫的同时，国内经济也会崩盘。这句话值得玩味。中国经济的崩盘不仅可能是战争制裁打击的结果，也可能与前述网络金融灾难相关。一旦金融体系在2月被重创，经济活动本就在谷底挣扎，若4月再开战，简直是雪上加霜，推倒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击。帕克更进一步预言了中国政局的走向。他早在2025年就断言，习近平可能撑不到2027年就下台，2026年将是他身体与权力的双重衰退期，而中共政权本身也将在这场战争和经济垮塌中走向终局。帕克认为，中共解体后，
中国会进入重组转型期，可能走向类似欧洲那样多元分散的治理结构。这个过程不会在2026年一蹴而就，但序幕将在此年清晰揭开，并在接下来数年内，直到2030年逐渐实现。这番预言对应到4月的局势，就是战争导致的惨败与内乱会动摇北京统治集团的根基，可能引发中国内部的权力更迭或碎裂重构。如果真如此，2026年的4月将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场改变东亚格局甚至世界秩序的大事就发生在那时。除了帕克，我们再看印度占星的观点。前文提及的印度神童阿南德强调了4月的危险性，另一位印度著名占星大师沙伊莱什沙伊利也有相似见解。沙伊莱什在2025年中发表了对中国未来3年的星盘解析，指出2025年至2026年将是中国外交和安全的关键转折年。他提到，在2025年末到2026年10月这段期间，星象显示军事阴谋和大规模伤亡的风险升高，针对印度和台湾的秘密行动可能增加。也就是说，中共当局也许会在暗处对邻国，包括台湾，搞一些动作，引发小规模但震撼性的事件。他强调，这不一定导致全面战争，但可能出现低可见度、高冲击的冲突，造成局部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从2026年10月下旬开始，一直到2028年初，星象更显示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军事对抗。他的预测特别指出，印度、台湾及日本可能卷入冲突，且伴随大规模流血和社会动荡。这意味着，即便2026年春天的战事没有立刻演变成世界大战，在接下来的1-2年内，也许仍会持续升级，最终演变为更广泛的东亚战争，甚至牵连全球。因此，2026年4月可能既是第一波巨变的高潮，也是更长远乱局的开端。换句话说，4月的巨灾不仅指一场瞬间发生的浩劫，更象征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分水岭。战争一旦在那时爆发，人类就踏入了一条无法轻易回头的动荡轨道。然而，4月的灾难图景并不仅限于人祸、战争，一些先知预言中还浮现了天灾的阴影。在预言圈里，有一个说法是火马年劫难。2026年恰逢农历丙午年，也就是传说中的火马年。在东亚民间传统中，火马年特别不吉利。有人或许记得，上一次火马年是1966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全国陷入动乱，这难道是巧合吗？更巧的是，火马年接下来的1967年，丁未年，亦即火羊年，动乱不减反增，全国武斗，灾难深重。民间有俗谚称赤马红羊节，指的正是火马、火羊这2年大难将至。赤马红羊节对当时的中共而言是巨大劫数，对百姓更是炼狱般的灾难。而60年一甲子轮回，2026年又是火马，2027年是火羊，怪不得一些推背图和刘伯温碑文的爱好者纷纷警告，中共最怕的大劫即将到来。在野史传说中，明朝军师刘伯温留下过一篇救劫碑文，据说预言了一场东方浩劫，描述瘟疫战乱使得时愁难过的场景，提醒世人如何避劫。许多人对照当今，不难将其与中国及亚洲的局势联系起来。当然，这类民间预言的真伪无从考证，但它们反映出一种集体潜意识，东亚似乎正走向一场前所未见的大变局，而时间节点就在2026到2027年。连过去深信唯物的中国百姓，近年也常议论2026年会不会出大事，足见草野间的预感与焦虑。说到东亚民间先知，不能不提中国历史上那些神秘的预言家们。在清朝之前，就有多部著名预言奇书，如唐代的推背图、明代的烧饼歌等，据说都对中国未来做了隐晦预示。比如推背图第40项以后的图文，有人解读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衰，尤其最后几项被附会为当代巨变。其中第60项画着一只折断的弓，配诗云：1、2、3、4，无土有主，小小天罡，垂拱而治。民间解释是1、2、3、4，无土有主，影射台湾，宝岛无土，下有主。问题：小小天罡垂拱而治，
可能暗指未来的新局势等等。虽说这种解读未必可靠，但巧合的是，他提到了台湾和政权更替。如果把这些零碎古预言综合起来看，似乎都在暗示21世纪20年代中国及东亚将发生改朝换代级别的大事，其中也伴随战乱和灾害，而推背图里甚至隐含东升西降的格局变换，也就是东方强权崛起又衰落，新共主诞生的隐喻。有的解读更大胆，认为预言图中的遭拔毛的兔子，就是指现任中国领导人将被拔除权位。而2022年、2023年，习主席遇到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与此颇为契合。若真照此剧本走下去，那么2026年火马年或许正是这头兔子最终被拔毛的时刻。当历史巨轮滚到这里，东方世界很可能迎来腥风血雨的一场巨变。除了预言战争和政局巨变，大自然的警讯也不容忽视。刚刚过去的2025年，全球天灾频仍，极端高温、超级飓风、大地震此起彼伏。或许上天已经透过种种异象在示警示人。我们不得不提一件令人细思极恐的巧合：4月这个月份，历来就是灾难高发的多事之秋，或者说多事之春。历史上多起毁灭性地震发生在春季，例如1906年4月的旧金山大地震，2015年4月的尼泊尔大地震等。此外，环太平洋火山带近期活动频繁，日本、印尼一带地震火山蠢蠢欲动。88万家的预言中有一句广为流传，他说过某年将有一场超级地震，毁灭世界上 7% 的土地。7%听起来不多，但那相当于整个巴基斯坦或整个土耳其的国土面积。如果真有如此强震，很可能是环太平洋板块大破裂，导致多国遭殃。有人猜测，这个预言可能对应2026年前后某次连锁地震引发连续的地壳灾难。想象一下，如果4月战火挑起，再加上地震海啸袭击，真的是天崩地裂，人间炼狱。尽管这种糟糕到极点的情景只是推测，但不可否认，我们的地球正处于压力之下。科学家指出，板块长期能量积累终将集中爆发，就像火山一样无法压抑。而2026年前后恰逢太阳活动高峰，气候异常，人类的环境也格外不稳定。一些超自然理论甚至说，人类集体意识的巨大震荡会反映到自然界。如果战争爆发，亿万人的恐惧杀气冲天，会否震怒天地，引发地震洪水相应？虽然这听来玄乎，但古今不少传说都描绘过天人感应的景象。无论您是否相信，至少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谈及自然灾害，不得不引入另一位预言界的新星，泰国预言家普莱。普莱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泰国女性，她被称为神婆，曾经隐退多年。最近在2025年12月忽然高调复出，在泰国媒体连续发表对2026年的震撼预测。她的预言范围广泛，涵盖了瘟疫、天灾、风暴、冲突乃至外星人话题。这里头虽然不完全针对中国和台湾，但有几点与我们关心的主题不谋而合。首先，普莱警告2026年将出现新型病毒瘟疫，他称之为一场隐形战争。他预言这病毒来自实验室，是古老病毒和现代基因技术混合的产物，可能因实验失误或故意释放而泄露，引发全球大流行。疫情将从亚洲和俄罗斯地区首先爆发，然后透过航空旅行蔓延世界。他甚至说2026年只是开始，真正的高峰在2028到2030年左右。这让人想到最近各种关于实验室病毒的阴谋论，以及新冠之后人们对下一场大疫的恐惧。如果这预言属实，那2026年4月我们除了要防战火，还得严防瘟疫死灰复燃，甚至更猛烈的新瘟疫。试想，战争与瘟疫双管齐下，那真是黑死病时代重现，人类要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其次，普莱强调了2026年的自然灾害会非常可怕，尤其是洪水。他说，由于全年降雨异常偏多，地下水位高涨，导致大范围地面下沉甚至塌陷，洪水会来得又快又猛，局部地区严重淹没，但外地人可能被消息封锁，一时不知情。这点耐人寻味，为何外地人被屏蔽消息？难道灾情发生在集权国家，而消息被垄断？还是发生在偏远地区，
而交通中断。无论如何，他强调2026年洪涝灾害异常严重，到年底前破坏力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这与我们先前提到的战争、地震场景并不矛盾。战区往往基础设施被毁，稍有风雨便洪水泛滥，造成复合型灾难。他甚至特别提到曼谷等地水位上升的情形，可见气候灾难不仅在战区，在世界多处都会发生。这提醒我们，就算躲过战祸，也要提防极端天气导致的种种危机。对个人而言，防洪防灾的准备不可少，例如备好手电、干粮、饮用水、急救包等，以备不时之需。风暴与爆炸事件也是普莱的预言之一，他预计2026年1月就有多达7场强风暴接连袭击，强度远超往年。而在2025年底至2026年新年前后，需高度警惕一些非庆祝性质的爆炸事故。他打了个比方，类似于烟花爆竹爆裂，但不是欢庆，而是有恶意的爆炸在社区内多发，尤其临近新年期间，这不正巧对应我们之前讨论的恐怖袭击吗？中国传统春节在2月中旬，西方新年在1月初。他的话仿佛在提示，在节庆时刻，本该烟花满天，但却可能有人趁乱引爆炸弹。这与纳迪预言所谓利用通讯工具作恶，也许是异曲同工，可能是恐怖分子远端遥控爆炸装置，或骇入城市基础设施，导致爆炸事故。如果把时间线拉到2月15日前后，那恰是东西方节日都过完后，人心松懈之际，很可能是恐怖分子挑选下手的节点。普莱索性补充说，他没预见有高楼坍塌等特大自然灾害在开年发生，但爆炸风险需要大家小心提防。换言之，我们在春节期间千万提高警觉，在人潮密集的地方尤其注意安全。如果可以，避开大型烟火晚会等活动，或者留心周遭可疑情况，这也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一种保护。最后，普莱还谈到了外星人话题，他劝诫人们不要主动联络或向外星人提供信息，认为那很危险，会暴露我们人类自身的弱点。他比喻说，应将外星人视为另一个国家，我们去不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可以随时来地球而无障碍。他透露，外星人其实早已混在人群中，并预言2026年后这种情形会在泰国更加普遍，尤其在20-30岁的年轻天才中，可能隐藏着外星后裔。这听起来像科幻，但也和88万加帕克所暗示的大揭露不谋而合。如果2026年前后人类真的迎来一波毁灭与重生，那或许正是外星文明现身干预的契机。有人开玩笑说，也许等硝烟散尽，来救助我们的反而是外星邻居。当然，这纯属戏言。不过，预言中多次提到人类真正看清未来的觉醒，巨大觉醒同时发生，那会不会意味着人类终于意识到宇宙中更宏大的图景？经历劫难后，我们可能改变长久以来的成见与无知，从而进入新的精神文明阶段。总结来说，种种预言把2026年描绘成一个剧烈动荡的转折点。2月有黑天鹅般的科技浩劫和战端初起，4月则可能爆发人类命运改写的巨灾。无论是战争高潮还是天谴降临，这2场灾难被形容为改变人类命运的关键事件。如果真的发生，它们将像2记重拳，几乎打碎旧世界的骨架。从此之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帕克称其为文明重置之年，阿南德说是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折点。在巨变之中，东亚，特别是中国和台湾处在风暴眼，被千年预言点名，需要格外小心。或许在冥冥之中，这片土地承载了特殊的命运，未来几年内将见证王朝的兴亡、交替和新的格局诞生。那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只能束手无策地等待这些灾难降临？其实，预言并非绝对的宿命。正如纳迪叶解读师所说，预言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时间距今越久远的预言，变数就越多。但当预言指向非常接近的未来时，其发生概率通常显著提高。目前看来，2026已近在眼前，各种迹象也似乎在印证预言走向，但我们仍不能放弃努力。预言的意义很大程度在于给人预警，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调整选择，从而或许能避开某些劫难或减轻伤害。
纳迪叶曾经准确指出许多人的人生重大事件，但也有一些人在得知预言后做出改变，从而改写了自己的未来。同理，全球性的预言或许也有回旋余地，取决于我们集体如何行动。所以，我们能做的首先是不恐慌，不信谣传谣，保持冷静头脑，分辨信息真伪，既不要全盘否定预言的可能性，也不必陷入末日狂乱。正如阿南德在预测中也提到的，虽然有大动荡，但并非全然悲观。2026年在医疗科技、数学、科学上可能有突破，为人类带来新希望。黑暗中仍有光亮闪烁，我们还可以主动做好物质和心理上的准备，储备适量的生活物资和应急现金，学习必要的生存技能和急救知识，制定家庭紧急联络和避难计划。这些准备并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就算2026年最终风平浪静，当然希望如此，这些备援也有益无害。相反，如果风暴来袭时我们一无所备，后悔就来不及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避免人祸的自我实现。预言中的战争毕竟是人类行为导致的，各国领袖和人民若能保持克制理性，不被仇恨和恐惧支配，也许战争的火苗就烧不起来。纵观历史，每当大劫难前夕，往往有最后的抉择机会。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项决定，从地缘政治到科技伦理，都可能影响预言的走向。如果国与国能寻求对话而非对抗， AI 技术能受到善用而非沦为武器，这些灾难或能减轻甚至避免。正如纳迪叶预言一再强调的，人类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预言就像路标，只是某条路的尽头是悬崖，但我们完全可以及时换道，不一定非得一脚油门冲下去。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大势所趋，岂是人力可改？如果真有更高的力量在主导这场文明清算，我们个体渺小如蚁，又能如何？面对这终极之问，我们或许需要一些谦卑与信念。谦卑的是承认人类并非万物主宰，历史长河中却有太多偶然与神秘。但信念在于，只要我们守住善良和理智，不丧失人性中光明的部分，也许黑暗终将退去，而新生会到来。许多预言家在描绘浩劫之余，同时也描绘了希望的种子。帕克讲到真相之年，意味着许多谎言黑幕将被揭穿，人类有机会重新审视历史。纳迪叶说2026是人类开始真正看清未来的起点，经过阵痛，我们反而更清醒地迎向新纪元。阿南德提到动荡之于科技的新突破，或许为解决难题带来工具。普莱也暗示这只是开始，真正的高峰在数年后，意味着我们还有时间做出改变和准备。甚至有预言透露，在巨变之后，人类可能迎来一段黄金时代，社会将朝更公正和平的方向发展，就像暴风雨过后，天空格外晴朗。亲爱的观众朋友，2026年的脚步声日益临近，也许往后回看，这一年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我们今天讨论了那么多预言，目的不是要制造恐慌，而是希望引起每一个人的思考。如果灾难真的在不远处，我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面对困境的勇气，准备好保护家人的措施，准备好在黑暗中依然守护良知与理性的决心。如果最坏没有发生，那当然是上天垂怜。可如果风暴如期而至，希望我们因为提前知晓而多一分从容，少一分慌乱。历史上无数次劫难，人类总是凭借智慧与毅力挺了过来，这一次也不应例外。我们要做的就是居安思危，而不失心中希望。有人将2026年比喻为人类走出黑暗前必经的幽谷。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让我们点亮心中的灯，彼此扶持着走过幽谷。毕竟黎明前的黑暗虽然漫长，但太阳终将东升。也许正如预言所示，劫难只是过程，觉醒才是终点。当尘埃落定，我们回首再看今日这些预言，也许会莞尔一笑，庆幸自己挺过了那场试炼。无论未来如何变幻，记住，希望永远与我们同在。准备好了的人，才能迎接命运的挑战。2026年，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以冷静而坚定的态度，一起迎接那未知的明天。祝福大家，我们共勉。帕克2026年最新中国预言中，美俄三国大战，导火线是台湾毒气云袭击日本，
影响台湾、俄罗斯特大灾难时间点曝光。时间过得很快，传说中的赤马弘扬灾厄之年说来就来。60年前，1966年正值丙午年，俗称火马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10年浩劫，社会动荡，生灵涂炭。而如今60年一甲子过去，2026年又逢火马年，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的灾难循环是否会重演？这一年会不会再次经历天下大乱、大灾大难、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英国知名的灵媒预言家帕克对此发出了惊人的警示。他被誉为新诺查丹马斯，曾经准确预言新冠疫情、川普当选、英国脱欧和俄乌战争等大事，是目前网络上炙手可热的预言家之一。帕克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在预言完天灾人祸后，总会给人带来希望，强调劫难并不可怕，大灾过后就是大福。这种先苦后甜的风格，也正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去年年底，帕克发布影片，预言了2026年的整体运势。他直言，2026年将是清算之年，许多隐藏的谎言会被揭穿，尘封的真相将大白于天下，全球将出现大量诉讼和审判，许多人和势力被迫为过去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帕克指出，转折点会在2月前后，碰巧2月也是农历新年，过了新年就进入中国传说中的灾难马年，这和他灵视中看到的情景不谋而合。他更进一步表示，2026年不仅是清算之年，也是旧时代走向终结、新纪元开启的转折之年。人类文明似乎即将迎来重大的重置契机，迎接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事实上，帕克认为全球力量版图将在2026年出现戏剧性转换，经历多年血火的俄乌战争有望在出人意料的外交突破下告一段落。他预测美国领导人可能是再度执政的川普，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一项意外的协议，从而结束欧洲战场的敌对局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和平从此降临。帕克警告，紧张局势只会从欧洲转移到远东地区，尤其是台海。他特别指出，2026年春天，全球将弥漫着浓重的战争阴影，其中一个导火索极可能出现在台湾海峡。试想在台海上空或水面下出现一次危险的军事对峙，也许是一架战机与对方军机惊险擦撞，或者一艘潜艇与水面舰只发生碰撞，这类事件会在瞬间将紧张态势推向失控边缘。台海上空剑拔弩张，两岸和美日的部队全都严阵以待，任何一个误判都可能点燃战火。此时各方神经紧绷，在高压对峙中极易出现擦枪走火。一旦战火被点燃，台海周边将陷入短暂而激烈的交战局面。或许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幕：某个昏暗的凌晨，中国沿海导弹基地突然发射数枚反舰飞弹，直奔台湾海峡中游的一支美日联合舰队而去。美军神盾舰雷达发现来袭导弹，紧急开火拦截，大气层中划过一道道火舌，惊醒了海峡两岸沉睡的城市。最终，一枚飞弹突破防御网，命中一艘日本驱逐舰，爆炸的火球照亮夜空，电光火石间，局部战端正式打响。作为报复，美军舰队随即发射多枚巡弋导弹，精确摧毁了发射飞弹的中国沿岸基地。台湾的防空部队也全线戒备，误以为遭受攻击的解放军对台北发射了一枚东风导弹，所幸该弹落入大海，未造成伤亡。但台湾空军随即紧急升空，进入战备巡航状态，整个台海陷入一片弹雨与火光之中。短短几天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频频出击，试图对台实施局部封锁，并攻占靠近大陆的台湾外岛。然而美日联军以压倒性制空与制海权进行反制，数次挫败了解放军的登岛企图。在此过程中，中国海军一艘先进驱逐舰被鱼雷击沉，空军也损失了多架战机。尽管北京当局未对美本土宣战，但东亚的有限战争已造成重大伤亡和震撼，全球金融市场闻讯暴跌，难民潮开始酝酿，整个世界都屏息关注着远东局势的发展。帕克预言这起突发事件将如同火星掉进火药桶，不仅引爆台海之间的武装冲突，还会将周边强国卷入其中。日本作为邻近大国，势必被迫介入战事。
美国也很可能迅速动员协防台湾。短时间内，美中俄日四国全被牵动，形成一次新的四国大战。帕克强调，美中俄三方的对峙其实早已在暗中酝酿多时，如今终于因台海的火花被引燃。中国和俄罗斯将加紧构筑对抗美日的军事同盟，东亚上空重新出现冷战式阵营对立的局面。那么，这场由台湾问题引发的冲突会不会演变成世界大战？帕克认为，战局虽凶险，但可能以一种间接战争的形式发生，而非超级大国直接正面核对抗。所谓间接战争，就是透过代理人之战或局部交火来较量，各强国避免直接对彼此本土动武。然而，即使是局部的代理冲突，其规模和影响也将前所未有。帕克提到了印度占星推算的一个关键时刻，3月25日前后，太阳与土星相合，将成为重大冲突的触发点。在那个时间窗口，大帝国的领导人可能威胁并挟持较小国家的元首，甚至发生斩首式的暗杀行动。帕克过去曾准确预见伊朗政局将迎来巨变，他预测在2026年3月中下旬，或许会出现针对伊朗最高领袖的定点清除攻击，不是全面战争，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斩首行动。如果这预言成真，中东局势将随之剧烈震荡，伊朗政权可能崩塌并爆发革命。同一时期，在亚太方向，台海危机也会达到顶点，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美中日俄间接交火。一时间，全球多个火药桶被同时点燃，中东的火药库也开始爆炸。伊朗领袖一旦遇刺，当局强硬派与民众爆发激烈冲突，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动荡。以色列与伊朗代理人武装摩拳擦掌，战火一触即发。朝鲜半岛上空也阴云密布，北韩趁机试射导弹挑衅，韩国和驻韩美军迅速进入戒备状态。南亚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因边境摩擦剑拔弩张，甚至中国西部边境也出现军队集结的异动，连远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反政府势力都趁势掀起推翻独裁者的浪潮。世界磅礴整体滑向战乱的深渊，战争的烈火一旦烧向东亚，最大的震撼将落在中国自身。帕克预言，中共政权会在这场冲突中遭受致命重创，进而走向不可逆转的崩溃。可以设想，台海战端一开，中国即使没有与美日发生核战，也将遭到前所未有的制裁与封锁，经济陷入绝境。中国经济本就隐患严重，一旦再被战火拖累，更是雪上加霜。帕克形容中国的垮台过程犹如冰川式瓦解，表面上庞大坚硬，实则内部早已布满裂缝。在外部打击和内部崩解的双重作用下，终将一块块碎裂倾颓。他预言中国的经济体系将在战争和制裁夹击下迅速崩盘，出现通货膨胀失控、供应链断裂、大批企业倒闭、金融市场冻结等连锁反应，甚至政府可能陷入财政瘫痪，无力支付公务员和军队薪饷。随着局势恶化，政治高层内部矛盾也会激化。帕克透露，2026年中国还可能发生重大基础设施灾难，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灾难也许是一列高速列车的特大事故，或者更可怕的是与长江三峡大坝相关的严重事件。试想，若三峡大坝出现险情，其影响将涉及数千万人口的安危，对政权造成毁灭性打击。内忧外患交织之下，帕克预见中国最高领导层将发生剧烈动荡，可能有高层人物神秘失踪或遭清洗，甚至习近平的健康都会急剧恶化并最终退位。种种迹象显示，中南海权力核心正在土崩瓦解。帕克预言习近平将被迫下台，或因健康问题，或因党内逼宫。随着最高统治者倒台，中共体制失去主心骨，全国各地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此时的中国内部局势陷入失控边缘。北京市民惊恐地发现，政府部门已无人维持基本秩序，银行挤兑风潮四起，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街道上时有绝望的民众集结抗议，武警和军队奉命镇压，却也有部分官兵同情百姓而放下武器。多年的高压统治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民众再也不畏惧，手无寸铁地走上街头，高喊要自由要食物的口号。
一些偏远省份的官员干脆与北京断绝联系，开始自行治理当地事务。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宣布自治，赶走中共党官。当地民众在清真寺和寺庙的聚集中庆祝获得自由。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经济大省则迅速组成临时联盟，自行维持社会秩序，并与国际社会接触。他们公开表示欢迎民主选举和外资进入，庞佛一夜之间从独裁统治下解脱出来。驻扎在各地的解放军部队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有的选择向民众妥协，有的则变成盘踞一方的地方武装。各路军阀雏形开始浮现，让人仿佛回到了100年前的军阀混战时代。世界各国对中国局势巨变既震惊又担忧，邻近的俄罗斯和印度匆忙在边境增派军队，防止难民涌入。同时，美国、日本等国迅速派遣特遣队潜入中国境内，试图确保中国的核武库和生化武器不落入恐怖分子或极端势力之手。一时间，中国领土内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有志于民主改革的临时政府，割据一方的军事势力，图谋不轨的残余共党强硬派，以及躲在暗处蠢蠢欲动的恐怖组织，都在这片广袤土地上角力。中华大地经历着近代以来最剧烈的动荡和转型，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出现4分5裂的局面。帕克描绘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未来，一个统一了70多年的大国，竟在内外交困中解体成许多彼此独立的小国家。这些新生的政权将各寻出路，有些地区可能引入民主制度，形成如同欧盟那样的邦联体系。国界将趋于开放，人们可以自由旅行和经商，过去高压封闭的威权秩序不复存在。当然，这样的转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帕克相信2026年将种下中国未来分裂和重生的种子。可以想见，届时中国国内可能陷入无政府的割据状态。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趁机要求自治独立，广东、上海等沿海富庶省份成立自治政府，各路军方派系拥兵自重，华帝称雄。昔日中央集权瞬间土崩瓦解，民间长期遭压抑的自由呼声也会在乱局中高涨。公民社会的力量开始重新塑造国家的未来。有趣的是，这一幕似乎也印证了许多中国传统寓言对末代洪朝瓦解的描述：红旗落地，四海分疆。如今帕克眼中的画面与传说相符，令人不寒而栗的同时，也给人一丝新时代降临的曙光。然而，中共的倒台并不意味着世界就此太平。帕克警告，全球的紧张与混乱不会因中国政权更迭而立刻消解，恰恰相反，接下来数年，世界可能依然动荡，各种危机此起彼伏，人类庞佛走到了文明崩溃的边缘。在帕克的全景预测中，一幅更加广阔的乱世画卷正在展开。在战争硝烟之外，自然灾害、极端气候、瘟疫、疫情等或将轮番袭来，同时各国社会秩序也面临前所未见的冲击。他预言将有人打着宗教狂热、种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在各地煽动事端，引发骚乱和冲突。许多国家可能爆发内乱，抗议示威遍地。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规模将超过我们以往所见的一切。国与国之间的博弈，除了传统热战形式，还会延伸到经济和科技层面。帕克特别指出，石油外交将成为导火索之一，可能有能源大国以石油供应为筹码，威胁他国，引爆围绕能源的地缘冲突。中东等产油区域因此不排除再度战火连天。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帕克提醒，一种新形态的威胁正悄然酝酿，那就是所谓的科学恐怖主义。未来的战争不仅局限在陆海空与太空，还将渗透无形的网络空间和尖端科技领域。帕克预测，人类可能遭遇一场由人工智能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试想，一群隐藏在暗网背后的黑客，操纵着自学进化的 AI 武器对全球发动网战，银行账户莫名归零，电力和交通系统瘫痪，大量机密数据被清除或窃取。一夜之间，现代文明对电脑和网络的依赖反而成了致命弱点。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霎时停摆，秩序陷入混乱。试想，在某个平凡的早晨，人们像往常一样准备上班，
却惊恐地发现手机完全没有信号，网络连接中断，交通信号灯失灵，城市里一片混乱的车流堵塞，银行的 ATM 机器无法提供现金，超市的收银系统也因网络故障而瘫痪，购物者只能干瞪眼地看着货物却无法结账。更糟的是，当日傍晚，人们打开电视却发现所有频道都无法播出新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雪花杂讯。到了夜里，整座城市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电网似乎遭到攻击，导致大规模停电。高楼大厦里的人们被困在电梯里，医院的供电全靠紧急发电机勉强维持，警方和消防部门的调度系统也纷纷出现故障，导致救援响应迟缓。街头开始有不法分子趁火打劫，砸碎商店橱窗进行偷窃，治安迅速恶化。城市上空盘旋的警用直升机因通信中断而无法及时获取资讯，只能盲目巡逻。在这短短的24小时内，现代都市骄傲的高科技系统彷佛倒退回了几十年前的水平，人们才惊觉自己是多么依赖那些看不见的网络与电力。在这场无形的战争中，每个普通人都成了受害者。这种场景并非耸人听闻的杜撰，而是很可能真实上演的未来一幕。这绝非耸人听闻。帕克郑重警告大家，一定要将重要资料备份在离线的本地储存中，千万别只依赖云端，因为在未来的网络战中，云端资料库很可能首当其冲遭到破坏。除了网攻，其他形式的高科技恐怖活动也可能出现，比如不排除有人挟持基因工程技术，制造出全新的致命病毒在人群中散播，或者操纵成群的武装无人机袭击城市和基础设施，甚至发动太空战，使卫星纷纷坠落地面。过去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的种种画面，都有可能在现实中上演。人类将第一次见识到科技反噬的恐怖，科技狂潮也会在经济领域引发震荡。帕克预言，2026年春季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可能泡沫破裂，高估的科技股会突然暴跌，全球经济随之出现短暂而剧烈的衰退。他甚至预测，一种主要的加密货币价格将崩盘式下跌高达 70%， 动摇投资人对整个虚拟货币市场的信心。硅谷等科技重镇或将掀起裁员潮，创投圈的繁荣神话瞬间熄火。虽然这场经济低迷可能是短暂的，但它将暴露全球金融体系深层的构造性缺陷，预示更大的重置在酝酿之中。社会方面，帕克也看到了经济压力和文化冲突引发的民众抗议浪潮。在一些西方国家，随着生活成本飙升和移民问题激化，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示威骚乱，甚至引发宪政危机。就连英国这样老牌民主国家也难逃动荡。帕克认为英国将因金融动荡导致执政党内斗，政府垮台改选，同时多座城市爆发反移民骚乱和宗教极端对立。在欧洲其他地区，也许会冒出一位主张禁止某宗教的领袖人物，煽动文化冲突，紧张局势达到几十年来的最高点。或许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景象，在巴黎、伦敦等大城市，数以万计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无能和经济困境。抗议的人群举着标语，高喊口号，一开始还算和平，但随着极端分子混入队伍，场面开始失控。傍晚时分，有人点燃了停在路边的汽车以发泄怒火，火光和黑烟很快在街巷蔓延。防暴警察射出催泪瓦斯，试图驱散人群，却激起更强烈的反抗。一些蒙面年轻人开始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燃烧弹，商店的玻璃窗被砸碎，奢侈品被洗劫一空，整条香榭丽舍大道陷入混乱，警笛声与直升机的轰鸣声交织在夜空。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广场上，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冲突也在上演。一群极右翼分子正在攻击一座清真寺，高喊排外的口号，而当地穆斯林社群则组成人墙，试图保护他们的礼拜场所。双方僵持不下，很快演变成肢体冲突，甚至流血事件。警方人手严重不足，只能眼睁睁看着多起冲突同时在城市各处爆发。这种种景象彷佛把社会撕裂成对立的阵营，让整个欧洲陷入几十年未见的紧张状态。至于美国，尽管帕克未详述，但从种种迹象看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与种族矛盾
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引发罕见的动荡。一场经济衰退和社会撕裂的夹击，足以让任何国家陷入混乱。由此展望，当战争、经济、社会三重危机交织，我们不禁要问，是否真有一只无形之手在将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好在黑暗中仍有亮光闪烁，帕克并非孤独地发出警告，他还特地请教了远在南亚的神秘智者们，寻求更多启示。他透露，自己还专门咨询了印度最神秘的预言家群体，也就是纳迪叶圣者的解读师们。这群有修为的印度圣者早已在为全人类祈祷，祈愿神明介入阻止灾难。他们的占卜预言与帕克的灵视高度吻合，庞佛不同来源却看到了相同的未来画面。这种纳迪叶预言术极为神秘，传说数千年前，古印度有18位圣者，用梵文在棕榈叶上记录下无数人的一生，其中每一片叶子都对应着未来某个寻找他之人的命运。纳迪叶解读师世代相传，保存着这些叶片，通过指纹将寻访者与命定的叶子匹配。他们会让来访者提供指纹，然后凭肉眼将其分类，比对特定的一捆叶片，再逐一念出叶子上记载的个人资讯以供核对。当叶片上连父母、配偶、名字等细节都对上时，那片叶子便被确认属于这位访客。接下来圣者预言将揭示此人的未来。帕克亲身体验过纳迪叶的神奇，因此对其深信不疑。他找到的那片叶子不仅准确写出了他母亲的小名，甚至预言他此生将以灵媒预言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如今帕克也将纳迪叶预言用于研判世界大事。他惊讶地发现，印度圣者从棕榈叶中解读出的未来图景与他自己灵视中看到的几乎如出一辙。接下来我们将看看这些惊人的灾难预警以及潜藏在幕后的神秘线索。在帕克的预言中，有一幕格外离奇骇人，让人想起末日启示般的场景。一团巨大的毒气云笼罩着东亚天空，所过之处生灵俱灭。帕克表示，早在2015年他出版的著作《来自宇宙的讯息》中，就曾预言未来会出现这样一团致命的气体云，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生存，并让全球陷入惊恐。而如今，这项惊人的预言似乎正在逼近现实。他透过印度古老的棕榈叶预言，找到了一个神秘线索。印度流传千年的纳迪叶预言术记载了许多未来事件。帕克曾亲赴印度，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棕榈叶，结果令他震惊不已。叶子上竟然清楚地写着他母亲的本名艾塞尔，以及他自称的名字维基。这等隐私细节在网络上完全无从查询，却准确无误地刻在数千年前的叶片中。这番奇遇让帕克对纳迪叶的神奇深信不疑，他更加认真研读其中对全球未来的预示。在那些带着神秘色彩的叶片预言里，出现了一个古怪的地名亚马。由于这些预言写成的年代久远，无法直接对应现代国名，但帕克推测亚马指的正是日本古代的称号大和 Yamato。 这意味着一场致命的气体云灾难将发生在日本附近。帕克进一步解读认为，这团巨大的毒气云来源于日本周边海域的一座海底火山剧烈喷发，那座火山将释放出大量含有剧毒的气体，这些气体在海平面上空聚集扩散，形成一大片死亡云团。更可怕的是，在大气环流作用下，这团毒气云将从东北方向逐渐飘向日本列岛上空，影响范围可能波及整个日本，甚至远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一旦这团毒云成型，后果不堪设想。想象一座沿海城市在毫无预警的夜晚被无形毒物悄然吞没，人们在睡梦中因呼吸致命气体而中毒昏迷，街头出现大批伤亡，却看不见任何明显灾害来源，那将是多么恐怖的场景。或许届时会有这样令人心碎的一幕：日本青森县一座渔村的清晨，邻居发现一户人家的灯还亮着，但屋内却寂静无声。村民推门而入，惊见整个家庭5口人仍保持着睡觉的姿态，却早已没有了呼吸。他们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只是庞佛就此安详的长眠。没有人知道，致命的毒气早已在夜半渗入这座村庄，夺走了一家人的生命。类似的悲剧在沿海各地不断上演。港口码头边，
有渔民倒伏在甲板上，再也没能醒来。公路上，一辆小车失控冲出路面，司机已经毒发身亡，车辆才无人驾驶地冲出护栏。一时间，整座日本北部地区求救电话响成一片，医院收治的患者全部神志不清，呼吸衰竭，让医护人员手足无措。这些画面透过网络传播到全世界，让所有人心惊胆战。如果这样的灾难降临，日本乃至世界都将陷入巨大的恐慌。日本作为高度工业化国家，人口密集，核电设施众多，一旦毒气云引发恐慌，可能造成的间接损害更难估量。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帕克怀疑这场看似天灾的毒云劫难背后可能藏着人祸的黑手。他提出一种惊人的猜测，认为这或许是某种间接战争阴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排除有势力故意引爆海底火山，制造出这场伪装成天灾的大规模杀伤事故，以打击其敌对国家却不留军事攻击的痕迹。届时，日本政府恐怕将立即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下令民众紧闭门窗，佩戴防毒面具，甚至组织大规模撤离沿海地区。一些核电站、化工厂等敏感设施也可能被紧急关停，以免毒气侵入引发次生事故。亚洲邻国方面，韩国、台湾等地也将严阵以待，防备毒云飘入境内。可以预见，国际社会会对此高度关注。各国媒体轮番报道，全球市场剧烈震荡，人们谈毒云色变。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笼罩日本的毒气云便不仅是大自然的异变，更是人类史上最阴险的隐形武器之一。究竟是谁会如此丧心病狂？是兵败的疯狂政权孤注一掷，还是恐怖组织掌握高科技予取予求？目前我们不得而知，但帕克给出的警讯已经十分清晰。2026年的日本以及整个东亚都必须对这种前所未闻的巨大毒云灾难提高警惕。除了东亚的毒气云外，帕克的预言清单上还有另一项令人胆寒的天灾，一场超大规模的海啸。他指出，在2026年年底前后，约10月或11月，印度南部沿海恐将突遭惊涛骇浪的袭击。这意味着一场类似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的特大灾难可能重演。帕克强调，这一讯息来自印度教中掌管毁灭与重生的神奇湿婆透过纳迪叶预言传达的开示。庞佛是神灵在向人类提前示警，印度洋深处正在酝酿一场毁灭性的巨浪。回顾2004年12月发生的印尼 9.1 级强震及其引发的海啸，短短数小时内夺走了超过25万条人命，波及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等多国沿海，成为人类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之一。如果帕克的预言成真，2026年的印度洋恐怕将再掀滔天巨浪。帕克点出的南印度地区可能包括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一带，那里人口稠密，宗教圣地和旅游胜地众多。一旦海啸突袭，寺庙、渔村、城镇将瞬间化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无法估量。清晨时分，在印度洋沿岸某个渔村，小孩子们正光着脚在沙滩上玩耍。他们惊奇地发现，大海突然异常地退去了老远，海岸线露出许多五颜六色的珊瑚礁和鱼群。一些大人见状还兴奋地跑下去捡拾罕见的鱼虾。然而经验丰富的老渔民意识到了危险的信号，他大喊着让大家远离海滩，自己则奋力拉着孙子的手往高处跑。就在这时，远处海天交界处隐约出现了一道白线，并以极快的速度向岸边推进。巨浪正铺天盖地袭来，短短几分钟内，那道白线变成了一堵高达20-30米的水墙，夹带着雷鸣般的巨响撞上海岸。刚刚还在沙滩上的人们连尖叫声都来不及发出，便被巨浪吞噬卷走。整个村落顷刻间瓦解，房屋被洪流冲毁，树木连根拔起，渔船像玩具般被抛向内陆。待巨浪退去，原本站立着的村庄只剩下一片泥泞废墟，孤零零的残垣断壁和散落的生活用品诉说着刚刚发生的惨剧。类似的场景在南亚无数沿海地区上演，生者目睹着大自然可怖的威力，痛哭着寻找亲人的踪迹，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或许在巨浪来临前，人们会看到一些异常征兆，例如海水罕见的迅速退去，
海岸线裸露出平日看不到的海床，动物们变得狂躁不安，成群结队往高处迁移。然而即便如此，能及时逃离的人恐怕仍是少数。巨浪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把岸边的一切卷入毁灭的漩涡。对于南亚来说，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令人心惊的预言并不代表绝对的命运。帕克也为我们指出了时间上的警讯，以便人类提前做好准备。他示警，2026年4月15日至11月15日之间是极度危险的时期，全球处于天灾人祸的高峰期，其中尤其要留意8月12日的新月之夜。那天木星、太阳与月亮将汇聚在巨蟹座，形成特殊星象。在帕克看来，这是个必须严加防范的引爆点。或许就在那前后，某场重大事件会被触发，无论是战争冲突还是自然异变，都可能在8月中旬达到高潮。我们不妨大胆猜想，也许日本海底火山的毒气云会选在盛夏喷发，或者战场上会发生某次攸关全局的行动。总之，那晚的天象似乎在警告着人类，务必要提高警惕，小心度过这段危险时日。细数帕克对2026年的一连串惊人预言，我们彷佛见到了未来世界的动荡图景。那画面中，战火在东西方此起彼伏，集权政权相继垮台，经济与科技陷入混乱，自然灾害连环爆发，整个地球彷佛被黑暗的风暴所笼罩。然而正如开头所说，帕克并非在宣扬无望的末日论，他的预言隐含着更深的用意。黑暗并非最终结局，而是黎明前的试炼。人类正站在一场伟大觉醒的前夜，只要撑过黑暗，光明的曙光就会到来。帕克强调，尽管预言中的景象看似恐怖，但这不是在宣判世界末日，相反更像是希望的序章。在他看来，有一种超越世俗权力与灾厄之上的更高灵性力量，一直守护着人类的命运。这些灾难的降临，也许正是为了唤醒沉睡的良知，让人类从物质迷梦中抬起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世界。换句话说，未来并非命中注定一片黑暗，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自身意识的转变来改写这部预言剧本的结局。帕克相信，人类内在蕴藏着强大的正向能量，我们每个人的善念与爱心磅礴烛火，看似渺小，却能集腋成裘，汇聚成扭转未来的燎原之光。他呼吁，无论信仰何种宗教，只要怀抱着真挚的祈祷和仁爱的心念，这股集体正向意识就能减轻灾难的冲击，甚至抵消劫难带来的负面影响。人类的本质其实都是光明的生命，只是暂时被无明遮蔽了双眼。在全球性的考验面前，灵性的团结将是改变一切的最强大武器。只要我们彼此扶持，用爱与慈悲连结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心灵防线，再肆虐的风暴也终将平息。那么2026年等待我们的究竟是毁灭还是重生？预言终究只是预言，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是我们人类自己。帕克的警钟已经敲响，接下来每个人如何选择行动，将共同编织出明天的图景。如果我们因恐惧而绝望，那么预言中的黑暗结局或许会成为现实。但如果我们选择希望与团结，并积极以善念和智慧应对挑战，也许灾难的命运就会被改写。我们宁可相信后者，相信人类有能力扭转乾坤。或许这场2026年的大动荡，正是人类进入新纪元前的最后阵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我们，不妨将这一切视作灵魂的试炼。只要咬紧牙关，挺过漫漫长夜，迎接我们的将是浴火重生的黎明。历史的车轮已经启动，我们每个人都是推动它前行的力量。未来虽扑朔迷离，但希望永远与我们同在。就让我们怀抱希望，齐心协力，去迎接2026年那尚未书写的崭新篇章吧。这样的愿景也出现在许多古老的预言之中。在佛教典籍中，末法末劫之后将迎来弥勒佛下生，重塑人间正道。在基督信仰里，经过末日考验后，救主会再次降临，带来千年和平的国度。世界上许多文明都曾预言过大劫之后的新生，也许我们当下经历的正是那最黑暗的前夜，而黎明前的微光已隐隐出现在地平线上。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震撼世界的预言，
以及隐藏在其中的历史巨变。这个预言来自英国的知名通灵人士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他被誉为现代诺查丹马斯，曾经准确预言过川普当选、一个国家脱欧以及全球大流行病的爆发。他现在发出警示，2026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之年，不是世界末日，但将结束旧的时代，开启崭新的篇章。这个预言的内容涵盖了从瘟疫到战争，从经济震荡到东方巨龙的陨落，堪称一幅惊心动魄的宏大画卷。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预言中的每一个细节。伊朗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下一个发生巨变的会是中国吗？中共当局又为何紧张到今年不敢高调过年？让我们一步步揭开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得了解帕克这次预言的背景和范围。在帕克看来，2026年是旧秩序瓦解、新世界诞生的一年。他透过灵性的直觉和对地缘政治的洞察，描绘出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巨变。新的瘟疫悄然酝酿，全球经济体系被迫重置，局部战争一触即发。而在这场惊涛骇浪中，多个统治数十年的独裁政权将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台。换句话说，2026年不是世界的终结，但可能是威权时代的终结。听起来是不是触目惊心？那么这一切究竟有何依据，又将如何展开？我们慢慢道来。一场慢性的全球挑战，新瘟疫的阴影。帕克警告说，在2026年，全球将面临新的公共卫生挑战。所幸它不会像新冠病毒那样突然爆发如野火燎原，更像一种慢性毒瘤，潜伏地扩散，逐步蚕食人们的健康和社会秩序。有人可能会问，难道疫情又要来了吗？科学家至今未发现明确迹象，但帕克的预感不可小觑。他暗示这场新大流行病可能还是源自亚洲，它隐藏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点侵蚀着人体和社会结构。或许很多人感染后只是慢性病症状，却因此长期劳动力下降，医疗系统负担加重。这种看不见的健康危机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持续破坏，让世界各国开始反思，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有多脆弱，我们的全球化分工又该如何调整，以应对此类长期挑战。这场危机可能迫使各国重新合作，建立更强韧的医疗和供应链体系。换言之，新瘟疫虽然不像新冠那样引发瞬间恐慌，却可能像白蚁啃食大树般无声地动摇旧世界的根基。经济的剧烈重组、奇迹幻灭与重置。在经济方面，帕克预见一场席卷全球的衰退和重构。2026年的引爆点很可能是能源市场的动荡。试想一下，在当前国际局势下，能源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如果主要产油国和强权之间出现裂痕，比如俄罗斯与中共的能源交易因制裁或利益翻脸而中断，全球油气价格就会飙升，引发连锁反应。西方国家可能不得不更快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转向可再生能源。这是一件立长远但痛当下的转变。在新能源体系建立前，经济可能经历阵痛期，各种成本上升，民生受压。帕克将此形容为一场伟大的重置 Great Reset。 旧有的全球化经济版图会被打破重绘，各国开始筑起更独立安全的经济堡垒。想象过去几年川普挑起关税战，各国纷纷考虑供应链回流，其实这些都是前奏。到了2026年前后，我们可能看到更明显的趋势，世界经济从一张紧密交织的网转变为几个相对独立的板块，每个板块都希望降低对别人的依赖，以防下一次全球风暴时自身崩盘。这种重置短期带来阵痛，长期则为新秩序奠基。经济层面的巨变无疑会动摇许多政权的稳定，特别是那些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经济表现之上的政府。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联想到某些国家了。是的，中国正是其中之一。中共过去以经济奇迹自豪，如果全球经济的底牌被重洗，它又将如何自处呢？焦点东移，台海危机一触即发。帕克的预言中有一个重头戏，就是地缘政治风暴从欧洲转向亚洲。他认为2026年前后，世界的战略焦点将东移至台湾海峡，也就是中共与台湾之间长期紧绷的地带。我们知道，持续数年的俄乌战争可能在这2年迎来停火或终局，
东欧的炮火渐息之时，亚洲却可能风云变色。帕克预测，中共政权很可能在2026年至2027年间孤注一掷，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这无疑是惊心动魄的场景。70多年台湾海峡没有爆发过全面战争，如果北京真的选择此时动手，战火将不仅在台湾岛上蔓延，还会牵动美国、日本等大国介入。帕克形容，这将是一场区域性混合战争，包括网络攻击、经济封锁以及局部的热战冲突。虽然他强调这场冲突不至于升级为全面的第3次世界大战，但其规模和影响足以改变世界格局。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还未见过几个大国直接卷入热战的场面。一旦台湾海峡爆发冲突，东亚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版图都将被强力撼动。有朋友可能会质疑，中共真的会铤而走险攻打台湾吗？毕竟代价极高，胜负难料。然而，让我们看看目前的迹象。中共领导层近年来频频放话，不排除动武，台湾海峡周边的军事演习密度空前。如果内外交困加剧，历史上独裁者常常会选择对外挑衅来转移压力。帕克的预言与一些军事专家的忧虑不谋而合。2026年前后，或是台湾海峡危机最危险的窗口期。最近西方智库的兵棋推演甚至指出，如果冲突发生，仅靠被动防守，台湾可能会失败，而对中共本土战略目标发动反制打击，才有可能迫使中共退兵。这种围魏救赵的战略假想显示，冲突一旦升级，战火可能延烧到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重镇，进一步震动中共统治根基。可以想见，无论胜负如何，当第一颗导弹飞出时，整个亚太都将进入历史的震央。独裁多米诺，一战牵动全球格局。假如台湾海峡战争爆发，那么除了直接的军事后果，帕克特别强调了一个更深远的效应：独裁政权的黄昏。他预言，这场战争将带来不可思议的连锁反应。一旦中共冒险动武并遭遇挫败，将触发独裁者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换言之，不只是北京政权自身垮台，其他被视为中共盟友或小兄弟的威权政权也会接连土崩瓦解。让我们细数一下可能的名单。伊朗，长期实行神权统治的伊朗政权，最近几年民众的不满已经达到临界点。一场台湾海峡战争引发的全球震荡，可能正好点燃伊朗国内的革命火种。帕克明确提到，伊朗将爆发革命，甚至预示流亡海外的前王室后裔里萨巴列维 Reza Pahlavi 可能象征性的回归，为新伊朗揭幕。事实上，早在2022年，伊朗就掀起了空前的抗议浪潮。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之死成为导火索，全国数十个城市响起女性、生命、自由的怒吼。尽管当局残酷镇压，数百人牺牲，数千人被捕，但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并未泯灭。如果中国这条大树倒下，伊朗人民无疑会深受鼓舞。一个强大的专制盟友都垮了，他们更有信心推翻自己头上的神权枷锁。因此，帕克说伊朗即将迎来春天，并非空穴来风。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德黑兰街头会出现庆祝的游行，人们撕下黑色面纱，高喊着迎接自由的春风，吹拂伊朗大地。北朝鲜，如果中共崩溃，全世界第一个受到冲击的独裁政权很可能就是北朝鲜金氏王朝。这个政权对北京的依赖近乎生命线，无论是经济援助还是外交庇护，都仰赖中共的撑腰。一旦北京自身难保，平壤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和危机。帕克预言金家王朝将土崩瓦解，并不令人意外。想象一下，当中国不再无条件支援粮食和燃料，当金正恩失去背后大哥的保证时，他还能稳坐江山吗？北朝鲜的普通百姓其实长期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只是高压统治下噤若寒蝉。如果外部环境有变，军队高层看不到希望，不排除北朝鲜会出现宫廷政变或民众暴动。金氏政权就像一座建立在流沙上的高楼，中共的崩塌将使沙土加速流失，那高楼终将倾覆。一旦北朝鲜解体，东亚地缘政治将彻底改观，南北韩统一或成为现实，数千万北方民众将重见天日。
这也是帕克所说的全球独裁时代终结的一部分。古巴，在拉丁美洲的古巴，自1959年以来就由共产党统治，是西半球著名的红色堡垒。然而古巴经济早已凋敝，多年来靠着其他共产阵营国家的支援才勉强维持。苏联解体后，哈瓦那经历过极度困难的特别时期，近年又仰赖委内瑞拉和中共的帮助。一旦中共这个大金主自身难保，古巴的处境可想而知。帕克预见美国和古巴之间将出现新的对峙，很可能是指古巴出现变天契机时，美国会施以影响或介入，最终导致古巴共产政权寿终正寝。想象加勒比海上的岛屿再次出现自由选举和多党竞争，这将是冷战结束数十年后才迟来的胜利，而这股民主浪潮也将进一步证明专制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威力。除了上述几个最明显的政权外，帕克没有明说的还有一些潜在多米诺骨牌，例如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也与中共交好且统治不民主，中共垮台后，他可能失去关键经济支柱，国内反对力量趁势而起，甚至俄罗斯在失去中共这个战略伙伴后，普京政府能否稳住国内局势也成疑。尤其如果俄乌战争结果不尽如人意，民心动摇，变革或逼近莫斯科，当然俄罗斯政局更加复杂。帕克也预测俄乌战争将以某种妥协收场，例如俄罗斯保住连通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所以俄体制是否动摇可能取决于其他因素。但全球范围看，在2026年前后，一场威权的终曲似乎正在酝酿。从伊朗、中亚到东亚、拉美，多个独裁者可能如同排队般的一一退场。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洗牌，上一次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共产集团解体之时，然而彼时中国共产党幸存至今。这一次，帕克的图景中终于轮到北京登上命运的舞台中央。那么，中共政权会如何走向终局？接下来，我们就深入剖析帕克预言中关于中共的部分。冰川式崩塌，中共的命运与习的终局。帕克用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中共的垮台，不是突然的爆炸，而是冰川式的崩溃。一开始只是出现一些细微的裂纹，或许很多人没当回事，但随着时间推进，裂缝越来越长，越来越深，终有一刻，巨大的冰块轰然坍塌，不可逆转。让我们把这个比喻对应到现实，中共治下的中国，看似经济庞大，军事强盛，如同一座冰山。然而这座冰山内部其实已经出现了多处裂痕，经济增速放缓，失业攀升，地方债务压顶，人口负增长，官场内斗频仍，民心离散等等。一直以来，外界可能只看到冰山表面依然矗立，但忽视了那些裂缝正逐渐扩大。帕克的预言告诉我们，2026年将是裂痕彻底撑裂冰山的关键时刻。具体表现为：首先，经济奇迹的泡沫彻底破灭。帕克直言，中共过去几十年引以为傲的经济成就，其实是建立在巨额债务、高压劳动和环境牺牲上的泡沫。他预计2026年这个泡泡将被完全戳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前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最近1-2年持续崩盘，许多地产巨头违约倒闭，城市里出现大片烂尾楼，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高筑如山，财政难以为继。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信心下滑，外资企业持续撤离或缩减在华业务。更严重的是，就业危机正笼罩着整个年轻世代。官方虽然掩盖统计，但有经济学者估计，如果把没登记的失业和灵活就业算上，中国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 30%到40%。尤其年轻人中，躺平和摆烂心态盛行，大批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甚至干脆放弃求职，在地下室或合租房里过着低欲望、近乎隐居的生活。这些被形容为老鼠人的年轻世代，3-5个人挤在狭小空间，生存状态如同老鼠，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国梦的讽刺。当千千万万普通人对未来失去希望，对社会契约不再信任时，经济赋予政权的合法性便荡然无存。这就像冰川出现了贯穿上下的大裂缝，经济崩溃将直接动摇中共统治的根基。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当温饱与发展的承诺破产，
人民对统治者的顺从也就走到了头。其次，政治内斗与权威崩坏。帕克在预言中特别提到，中共最高领袖习近平本人将在2026年遭遇生死攸关的健康危机，他甚至提及可能涉及重大手术或器官移植。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细节，如果属实，习的身体抱恙将产生巨大政治影响。过去10年，习近平集权极深，他一旦无法逝世或倒下，中南海势必要出现权力真空。谁来接班？是临时指定接替的常委，还是某个潜伏的强势人物？这会引发高层权斗重新洗牌。帕克暗示，届时中共内部可能会上演宫廷政变的戏码。他预言中共军方或安全系统的一名重量级高官，级别高达政治局常委，将神秘失踪或被突然整肃。这种离奇事件往往意味着权力斗争到了刀光剑影的地步，很可能是一场未遂的政变被镇压，或者政变正在进行中。回想最近的现实，中共内部不是没有类似迹象。就在2023年，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前外长秦刚相继失踪遭免职，引发外界震动。这些事件虽然没有公开详情，但人们普遍猜测牵涉到习近平对内部的不信任和清洗。如果在2026年再出现更高级别的人事异动乃至肃清，那无疑印证了帕克所言权力核心出了大问题。当最高统治者健康垮掉，亲信失势，潜在政变此起彼伏，可以说中共延续数十年的权力结构正迎来终局。这就好比冰川的结构支柱开始断裂，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还有一点十分耐人寻味，帕克将香港近期的一场大火解读为天象异兆，象征着旧权力的燃烧殆尽和天命的转移。香港的大火，没错，2023年在香港尖沙咀一栋高楼发生震惊世界的特大火灾，熊熊烈焰照红半边天。有阴谋论者怀疑那起火灾背后有政治因素，而帕克在火灾发生前的节目中就曾看见高楼燃烧的景象。如今他更进一步赋予这场火灾象征意义，犹如上天在昭示，中共的气数将尽，曾经的荣光要化为灰烬。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天命的概念，历代王朝兴亡往往被认为与天象和征兆相连。帕克以一个西方预言家的身份，却用类似失去天命的说法来形容中共，不能不让人背脊发凉。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改朝换代的时刻又将重演？在古代，有时一场奇异天象，例如流星、日食，就能动摇皇帝的权威；而在现代，一场高楼大火被赋予如此寓意，代表许多人心中确实已有一种信念：中共的天命已衰竭殆尽。当连老天都在示警的时候，恐怕连一向无神论的中共自己内心都会忐忑不安吧。也难怪最近北京当局在岁末年初显得格外低调慎重。往年腊月里，党媒总是高调宣传丰收喜庆，可这个冬天，中南海弥漫着戒慎恐惧的气氛，仿佛连过年都不敢大肆庆祝，生怕一个不留神引火烧身。综上所述，我们已经看到一幅图景：经济崩溃削弱，执政根基，最高领袖可能重病或失位，内部政变蠢动，上天显象昭示朝代将中裂缝布满整个冰山。中共的大厦已摇摇欲坠，剩下的一击会来自何处呢？极可能正是先前提到的台湾海峡战事，或者其他突发的冲击。当内外交困在同一年汇聚到极致时，昔日稳如磐石的集权体制就可能突然崩解。一旦中共政权跨入崩溃的倒计时，我们可以想见一些具体场景。中国各地可能爆发规模空前的群众抗议和骚乱，从工人罢工、农民维权到大学生上街，城市居民堵路，长期被压抑的社会不满情绪会井喷而出。在此同时，中共党内改革派与强硬派可能爆发激烈冲突，有人主张镇压流血到底，有人则试图和平转型自救。决策层的撕裂将使政府机能瘫痪。更混乱的是，各地军政大员也许会各怀心思，当中央指令无法有效传达，有的省市会不会擅自与抗议群众妥协，或者干脆自行其事？帕克预言中提到的碎片化状态，很可能就是指这种局面。中国不再由一个集权政府紧密控制，而是陷入多方割据的局面。可能有的地区
临时由军方接管维持秩序，有的地区出现新兴的民间自治力量。这种情况像极了100多年前的军阀割据时代。不同的是，21世纪的信息时代将使局势变化更为迅速难测。也许在崩溃发生短短几周内，中国版图上就出现数个实际自治的权力中心。比如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因为与国际联系紧密，民众思想较开放，可能率先宣布实行自治，采用地方民主，甚至寻求与美日等国直接合作来维持经济运行。可以想象，广东、上海那样的地方很可能成为第一批拥抱自由民主的中国土地。当地的年轻人或许在街头挥舞起本来被禁止的旗帜，举行选举筹备重建家园。而在中国的中西部内陆，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信息闭塞，多数人反应可能没那么快，加上一些残存保守势力固守，他们或许暂时仍维持着旧有的一些控制，但也难以对外部发号施令。局部地区也许会出现短暂的权力真空和混乱，但别忘了，中华文明有深厚的内聚力，只要没有集权的高压，地方精英和百姓自己完全有可能组织起临时管理机构，保障社会不致崩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一统王朝覆灭后往往经历乱世，但乱世之中也孕育着新秩序的种子。这一次会有何不同呢？帕克的答案是民主的联邦中国。他认为中共倒台后，中国不会立刻恢复中央集权的一统局面，而是可能走向某种联邦自治体制。或许几年内，中国会出现若干彼此联盟的区域自治政府，共同组成一个类似中国合众国的过渡架构，就像满清倒台后曾短暂讨论联省自治那样。只不过这次有机会真正实现，东部沿海的新兴民主政权可以带动影响内陆地区逐步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社会势必会提供支援和斡旋，避免核武器等敏感风险，协助中国完成和平重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转型期充满不确定性，会不会有地方军阀做大，会不会有外部势力趁虚而入，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警惕的问题。然而，帕克对中国的长远未来保持乐观与信心，他相信毁灭之后必有重生，而这重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更新，更是人民精神层面的复兴。毁灭与重生，灵性觉醒的新中国。或许有人会担心，中共垮台，社会动荡，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办？这会不会带来无尽的苦难？帕克的预言在最后给出一个光明的注脚，他强调，中共不只是个政治政权，更像是一种试图泯灭人性与破坏地球的邪灵。它的倒下不是中国的灾难，反而是地球自我疗愈的一部分。这番话听起来很玄妙，但意思是，中共体制压制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与文化，当这个压迫解除后，中国人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灵性觉醒和精神复苏。试想，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和极端物质主义占据了意识形态高地，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打压得奄奄一息。然而在民间，儒释道的文化血脉从未断绝，许多人内心对信仰自由和道德重建充满渴望。当枷锁打破，数亿中国人或许会重新寻找心灵的寄托，教堂的钟声，寺庙的青灯，道观的晨钟将重新在人们生活中扮演角色。那些曾被视为禁忌的宗教信仰将重获新生，甚至可能出现融合传统与现代理念的新精神运动。在帕克的愿景中，未来中国不但会建立民主制度，还可能成为全球的灵性中心之一。也就是说，一个脱胎换骨的中国将不仅是富强文明的世俗国度，更是道德复兴、心灵富足的灯塔。这无疑是对近代中国东亚病夫、道德滑坡形象的有力反转。如果真能如此，那将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13亿多勤劳勇敢的人民，在摆脱集权后焕发出的智慧和善念，足以影响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当然，这一切美好的前景都需要中国人付出艰辛努力去实现。在巨变的阵痛期，难免会有迷茫和动荡，但正如帕克所说，这场崩溃不是毁灭，而是重生。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关键是要保持良知和善念，坚守传统道义，这或许是穿越乱世的唯一方舟。历史洪流汹涌而至之时，
一个社会若还有人愿意守望相助，扶弱济困，那它就不会真正崩解。一个民族若仍然敬天信神，向往光明，那黑暗终究无法长久笼罩。我们可以回想不久前，中国各地在极严苛的环境下爆发了感人的白纸抗议，年轻人手举白纸，悼念逝者，争取自由。那一幕幕证明了善良和勇气从未离开。我相信，真正的春天来临时，会有更多的人觉醒，凝聚起驱散寒冬的力量。当伊朗的女性放声欢呼，摘下头巾，迎接新生，中国的年轻人也会在互联网上为他们鼓掌，并且思考自身的命运。当北朝鲜的人民冲破高墙看到阳光，中国人民也必将为邻邦的解放而喜极而泣，因为那也映照出自己的未来。这就是命运的奇妙联动。帕克让我们看见一个可能的未来，在那里极权不再，自由重生。而要抵达那未来，每一个平凡人当下能做的，其实就是守护心中的光，不被绝望与仇恨吞噬，积蓄力量，等待黎明。现在是2026年的序曲阶段，回头看1989年，多少人曾以为中国的春天近在眼前，却又错过。1991年苏联解体时，中南海仍然固若金汤，但是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止转动。如今，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我们前面提到的帕克预言并非孤立，世界各地许多预言家和学者也在关注2026这个年份。比如有盲眼龙婆之称的保加利亚传奇灵媒巴巴万加，早年也留下预示，指东亚将在2026年前后出现巨变。印度古老的圣者棕榈叶预言中也提到，2020年代末，世界将经历巨大转折，包括共产强权瓦解和新纪元开启。甚至中国自己的传统预言典籍，例如推背图、烧饼歌等，在民间解读中都暗示共产政权有寿数限制。许多华人相信，中共的执政运在甲子60年左右就开始衰减。中共建政于1949年，如今已超过70年，已是强弩之末。过去几年天象频现，北京上空出现过罕见的日月同辉，各地灾异不断，这些都被视为天意有变的警示。而在民间舆论场上，最近也出现一股特殊的现象。去年圣诞节，有人在网络上列举历史上的今天发生的事件：红色高棉灭亡，齐奥塞斯库被处决，苏联宣告解体，然后故意把中共暗示为下一个。这条信息在大陆网络疯传，引发无数点击和讨论。有趣的是，就在同一天，北京高层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强调稳定，仿佛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氛。不管你相不相信预言，如今中国社会从上到下确实弥漫着一种焦虑和不确定感，人们都隐隐觉得大势将至，却说不清会是什么。帕克的预言给这份焦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一场旧时代的结束，正伴随风暴般的事件渐行渐近。这暴风雨或许无法完全避免，但我们可以选择以什么姿态面对，是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还是保持勇气，拥抱希望？历史的下一页正等待书写，每个人都是见证者，也可能是参与者。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那些问题：伊朗会迎来春天吗？依照帕克的预言和当地局势的发展，看来自古老的波斯文明正蓄积能量，准备蜕变。那美好的春天也许很快就会到来，花开遍地。下一个迎来巨变的会是中国吗？从种种迹象来看，答案也许是肯定的。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多次证明一点：黑夜越深，黎明越近。当前的压抑和困顿，也许正是新生前最黑暗的时刻。中共真的会被自己的恐惧击倒，以致不敢过年吗？或许这句话更像一种形象的说法，但它反映出中共内部确实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深知民心在流失，国运在衰竭，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们不敢让人民自由欢聚，怕过节时民间再传出什么针砭时弊的段子；他们不敢让官员肆意铺张庆祝，怕稍有不慎激起民愤。这种种畏首畏尾，何尝不是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一个政权若走到谈变色变、逢节心惊的境地，距离垮台也就不远了。2026年的脚步声已经响起，我们即将见证这场世纪转折。
如果帕克的预言成真，请不要惊讶，因为一切早有征兆。如果变局稍有不同，也请不要灰心，因为历史有其节奏。我们所能确定的是，人类追求自由与光明的脚步永不停息。当帕克和其他预言家们把未来的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时，他们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决定未来的不仅是冥冥中的安排，更是我们此刻的抉择与行动。黎明将至，让我们守护心中的光，静候春天的降临。历史的大戏即将上演，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剧中的一员。让我们以勇气与善良，迎接这注定惊心动魄的一年，迎接那浴火重生的新世界。